那我们也是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晋级图情况。那我们第一场比赛的话，也是 MRC 跟成都机器他们是一个败者组之间上来，是的。再往上的话是胜者组这边有 GR 跟 ACT， 最后一场是朱雀对阵到北京 WB。没错，那第一场其实 MRC 跟成都机器这一场是有说法的呀。对，这一场的话，毕竟他们在我们这个常规赛的一个积分榜来说的话，是一个末位的位置嘛，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一局也是他们的一个生死战。是的，而且这两个队伍在附加赛也提前已经交手。对，有交入手。其实所以说也看到他的一个台球手胜率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我们讲的。如果说我第一局把台球手送到一个全局，那我后面四大天王以及女王蜂就一定有一个是在外面。放在了绿河荡神啊，选择换了一个位置，那就但是雨梦这边他也换了一个位置，突然间有点蜘蛛感应。好，来看一下起追目标，果然是找幸儿，而且这一局的赌点感觉是赌对了。但其实求生方的天赋，你别说，也防到了。对。那看一下小迪，他是刷在了大房外侧。没错，小迪刚好带的是一个弹射飞轮的天赋，没错。幸运包裹这边的话也不着急用，先看一下主流交出来，选择直接抓还是可能会换？对的，先把轨道直接追。那前期的话还是利用自己一个击球点拉近一些身位，不过小迪其实也没有被骗到啊，所以说他的一个身位保持的是非常安全的。对于梦来说，就尽可能去消耗你的这个板弹跟窗弹嘛，对吧？前期也不着急，然后把这边的主流这边看能不能极限进板的，应该是有机会的。但抽到这一刀那完全不一样了。对的，空地给到一刀，而且主要许愿的是护腕嘛，所以说其实对于台球手角色来说啊，拉点并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是，毕竟现在听到 EZ 已经开启。对的。没看见。没看到下去，但没关系啊，这边脚印是不会丢失的。还是贴得很近啊，这边的话。荡神区过去，但是没关系，再上主球。这边可能要交互换了，出来之后。但落地下来感觉有点时间上来不及，还好。交互换。对，主要雨梦这边也没有第一时间去交自己的一个技能。没错，前面的纠点交的比较多啊，手上只有一个纠点了，看一下。幸运儿吹个风，让他闪现再晚点交。对的，时间。手上是有飞轮的，看一下纠点交出来，交歪了，交到了。但还行，闪现也滴出来，滴到闪现了。对，一个双保险嘛，我要么主球击倒，我要么把闪现用出来击倒。那这边大房有地下室，也没有选择挂。还是选择干扰天气为主。是，对的。脸上这台其实还是蛮大的一台遗产的。对，而且退过了，所以说对于雨梦来说，我能把这台密码机给守回去，其实整局节奏会非常舒服。但意识到你不可能第一时间过来救援，我就直接出来逼迫你。没错，那这边的话也是陈云过来去救援，不给拦截的机会啊。但主球是没有交的，对于花瓷来说有一定的风险性。这边先交击球点去把密码机封住。我想直接逼救。对的，给一刀。那还是卡了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淘汰进度去救援的。没错。这边的话也不着急，落地下来有惯性在前面就幸运儿这边的一个弹射的话，可能还是不够拉近板。不过他手里还有一个飞轮没有使用啊，看一下后面。一个土球，然后直接往角落倒了。差不多了。牵回中场，那这样飞轮，但是翻过去了。对，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成功的2次牵制啊。这波就很细节啊，主球抓的话，你想去挂遗产，就会给到一个2-6机会。那这边的话又想过，对的，摸到了。来看一下花瓷那边91的密码机有点控不住，主球先打出来，但是92。现在对求生来说的话，就是尽可能把这4台密码机给开掉，对，然后打后期运营了。还有一波换椅子，不能给到一个连击的机会嘛。是。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换椅，潇潇被拦的是比较远的。不过其实他也不担心，因为本身的一个被动还在，加上一个迷烟流的释放。对的。所以说尽量拖一下时间。这波看陶大师能不能尽量无伤救一波会前面被动打出来，然后给到一刀。对。那可能要去找队友补一下状态。对。亮了密码机，能不能2个人调一下？再打一手主球。这边过来之后，其实小迪这边上挂淘汰之后，密码机也会来到最后一台，而且这边又是一个，每次都是非常极限。对，3个板间博弈都成功啊。对。这边过来，那可能消耗一下他的那个主球。是的。对的，因为他要拖缓一下外围补状态的一个时间。来看一下刺龙的一个操作。但其实外面都没有调整，他们是直接去抢密码机。如果这边多拖一会儿的话，甚至能拖到密码机够。对，这局 MRC 求生者非常的拼啊。是有机会的。是的。这边主球是没有打到的，给到放下来了。没关系，这里可以给到。对，可以掉状态。对，因为主球没了。对，还能再拖10秒钟主球。是的。看这边再赶过来，这个角落挂椅的话有点难受，先打下来了，看能不能扛到这一刀。看这个侧刀能不能命中了？
哦，没看到，打到杏儿进 CD， 还有最后一棍，看一下，主流先抓，没有抓到啊，这边那这边就哎，手上没有飞轮，电击还是最后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而且加上幸运儿其实也没有大心脏，对对对，哦。它主要是什么？他们求生这样打法是不让你具有一个管机子，对管机子的一个后面的运营。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后期的道具上面是会比较多的。来看一下这边把密码机封住，但是直接开了，对，如意胶，你没有办法快速的击倒啊，这边逃脱只需要再拖一会儿，因为那个门的话已经是一半的进度了。对的，手上是有闪现的，雨梦这边看一下，好消息是地窖没有不在这儿，在这边，对，主球一交抓住。那就没他的说法了，局收尾。因为另外一边的话，其实我觉得 MRC 他们这局虽然说打的有点堵了，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看一下四红这边离门的话有段距离，但是雨梦来说，他来得及吗？他的一个救点不够，救点刚好最后1秒。哎呀，可惜，如果说救点刚刚是2秒的 CD 没有的话，还有机会拦一下。因为这局的节奏非常紧凑，对，他其实也消耗了很多的击球点。打这种阵容，加上他现在这个版本。可能会打得非常的激进，现在已经有很多带张狂底牌，然后插眼的这么一个天赋。对，开门战对于求生方来说容错太高了。对，4次的命中其实并不会造成我说一个压倒性的倒地啊，或者说什么情况之类发生。是的，来看一下选点的话，也是选择了。好，来看一下起追的目标是往中场先去。果然啊，刚刚卡莫也说了，就可能还是找这个逃脱大师。那其实相对来说，逃脱选中场的话反而容易拉点。哎，对，他可以直接拉到大防区。这边还是选择了直接追古董伤。啊，其实像上一局古董伤的作用性就很大，所以说还是先提前突破一下，我觉得也比较好。其实很多情况下，对于成都机器来说，磁铁会经常站在这个位置作为一个牵制抗压的位置。对。那看一下，现在手里的能量已经满了，身位也贴的比较近。对的，想预判一下给的机关消，云门再躲第二个4次，前期的一个4次全都躲掉了。对的，还有一个机会的，哎，又躲了，前面还在扭，看一下这边给到一个指哥，这边磁铁非常的不会非常好啊。对的，进板前再去偏手。这边又在躲一下，哎呦天！能量已经见底了。对。而且手上还有机关消，而且这一把他带的是一个闪现啊！如果是个插眼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好去打，对，更好命中一点。是的，感觉磁铁也是抓住了斯宾泽总是想用技能去命中他这样的一个心理啊。没错，斯宾泽这一局的闪现可能就不太好交了。是的，因为上到距离，荡神区域的话，感觉拉得很开嘛。是的。看一下前面，宋雪云连住这边4次没有命中，第2个中了，闪现给到，哇，那这样的16时间很成功，是的，他整体的机关消释放的也都非常到位。而且磁铁的天赋是有大心脏的，对啊，还留了一棍，你要注意。对，这一棍我感觉就可能在26或者36上面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了。那整体密码机进度很多，再加上逃脱大师再挪一下椅子，对，很可能这局电击到最后可能能够。没错，这边一个反补上来，预判位置，但是这边下身下一点失误，但还好，对于 Spencer 来说他也能接受，他也可以追一个1楼的拦截嘛。对他还是作为一个以前的一个手椅。因为魔术棒交过一个了，看一下这边。这么点亮其实淘汰进度比较极限，但直接救下来了，相当于一个无伤。对，这样的话密码机也会修得更快一点。是的。对。魔术师是直接选择起最后一台机。对的。然后这边的话也可以让陶大师再换一次位置，对吧？然后压满救。对。而且古董伤势还是那句话，有大心脏，他有回光返照。我印象中之前磁铁站这个位置是带的弹射飞轮是6个人，很多情况下。对，而且这一局会够啊，感觉密码机会够。对，因为你压满加20秒的化险为夷，这个密码机是差不多的。我大不了红圈卡一个交互。对的，即使过来，哎，弹到了，那这边应该能稳救。被动打出来了，他被拦出去了。那飞行家，因为他这个迷烟炉的位置其实是没有包括到椅子的边缘。对他现在不好贴过来，那飞行家能不能往这边赶？已经过来了，应该过来了。对他密码机亮掉了。一起救。对的，但密码机其实现在救下来不够，先给一刀。可以，打倒了大师。然后花显微交出来，手上还有一个机关的机会。对。看一下，首先吸点能量，然后利用2阶的一个热杀风球，直接命中。这个确实很难躲得掉了。
是的。那这样的话，看能不能减少没有运营的阶段了。对，电机跟上一局有点像，就第一个挂飞之后，基本电机就亮完了。对。看看这把求生的这边能不能。那大家的话，其实开幕战也都有一个道具。是的，但手上传送也是好的。那对于球方来说的话，有个坏消息就是说没有2个门都贴，所以现在18的一个选择是应该要等另外一边的门都贴到了之后，再去选择点门。然后也是互相拉开。对，18凯中场是非常明智的，因为他现在是最能牵制的那个人啊，手里道具很充裕。对于 Splinter 来说也不着急，传送也没有交，他也知道你的想法。对，那这里也要小心。我们看地窖的话，就是在绿河的一个区域。没错。看一下这边，毕竟有挽留，移速非常快。但18这边还有一个旋顶他传送落地。是，过来的话是枯草，手里还有一个魔术棒。那同样石也给到了一定的一个辅助啊，有个迷烟炉。枯草这边得稍微要牵制一会儿，没错，因为外围的话能量特别满。看一下，没有打到，打到了残影。跟一下走位，但这个走位好像是跟了11的位置。对，他是觉得魔术是我没有办法快速解决掉。其实也没有道具，当时可能上不去。是，这样就一个，应该是一个平局了。平局，对。哇，这个脚印刚好弄巧成拙。哎，但其实我觉得对于 Splinter 来说，当时没有跟错脚印的话，还真有机会去争一个3抓。你看，如果说当时我去把魔术石这边快速解决，对，快速解决，因为逃荡石是没有带回阳反跳的，而且他的位置刚好在荡神这边，是的，要跑到门口的话还有一定的距离。这边的话很吃他的一个理解吧，对，很吃他的博弈啥的。而且也看一下，因为周叔刚刚也讲了，他不仅依次前，反正你站台的角色我就常规去追击。但一般现在歌剧抓这种拉距离的角色，比如飞行家还有气象学家，会选择带一个仪式，看看是不应该会不会。好，看一下起追目标直接来到了我们这个终点站啊。枯草，他的一个气象。手上也是带移形，是选择直接跟吗？还是留银月，然后直接回？还是留了一段隐月的。看一下，这边的话距离拉开，然后回溯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枯草的话也是往外围的一个板窗区去转一转。对，枯草是画了一个成语，应该是还是选择玩这个站台。对。错。这边的话也留残影，再绕回去。我刚刚的板已经清掉了。这边看，如果跟得快的话，可能能拿上一刀。手上是有回速的，但这里没有选择交，留着自己的回速，再进行后期的一个博弈。手上气象瓶，感觉 CD 刚好差一点，给到一刀。对，来不及释放。哇，那这样拿一刀很快啊。是。因为你这个气象瓶的 CD 好了之后，你还要画。你还要把它交出去，刚好抓住了这个也很考验选手的这个手速。没错，来看一下这边回速过来。哦，那这样的话，是的，没出不来。就因为前期没有交这个回速省了之后，导致说这边的板区博弈让求生方陷入了一个劣势。对，那整体兵法机的话也是2台的一个进度，没错。加上 Splinter 确实没有漏过自己的一个技能，对，这个有可能得防一下他的闪现。在外围，对，11这边也是先拉开，让18这边过来赶过来救援。但是好在是应该有一个盾的说法，对，得赶紧续出来。但这个位置的话，这边时间应该刚好能，应该差不多。但有个双倒，但他有机会打双倒。对我跟一下，因为我手里有技能，你也走不远。没错，看枯草这边还能不能26，有点难啊，手上有移形。对你如果交道具的话，我移形一根。对，看能不能逼个技能，然后再看有没有机会去36了，只能这样了。没错。看一下一个强风推得很远，那前面的话能进到窗户的点位。这边的话还有博弈一个回溯的说法，看一下。哎，这里的话爆点，但是还是被抓到了，还是要击倒，跟第一波击倒有点相似，对的，就是极限的 CD 画不出来。是的。但是也是拖出了化险为夷时间，也算是能去接受一点。但是Splinter的技能也还没交。而且主要是刚刚是有一个园丁的一个双倒，现在其他队友来不及摸他，那他的一个自愈是一定要交出来。交掉了。对。但其实Splinter如果第一波击倒的技能不交的话，到第二波挂飞，那就相当于其实也经历过一轮 CD 了。对。但现在相当于他逼了技能了，拦截的非常远啊。这边回溯过来，搂拦一刀。那前面的话应该还要去选择交一个护腕，看这波直接顶点上了，顶点防止主播追双倒。而且这局你会发现，就因为这个双倒，导致这个整体的密码机，本来来说应该是开3台的，对，有可能能修开4台机，然后打。对，那现在的话是3台密码机都没有修开，就是因为差的那些。
这边选择飞上二站台再难刮一点，对，拖一点拖时间，那也算是有效的一个拖延。这把的节奏确实是跟不太上，所以他们也没有选择那种来 OB 的打法。是的。另外一边，园丁跟 UB 先赶紧调整一下状态。也看斯普林者挂上来之后能不能嗅到，而且他手上是有技能的，刚好是移形。看能观察到这个位置吗？没有选择过去，还是要排一下，没看到。是。球叔的话，其实已经先把园丁给调好了，毕竟佣兵手里有护腕的话，他是可以自己去站。好像是排到佣兵了，看到脚印了。找到佣兵的话也能接受啊。对。这边佣兵还是得再拖一点时间的。那他护腕可能得多交一点。手上2个护腕，进前面的板子有个博弈机会。这波要么得逼掉技能，要么得拖时间。对的。要不然对于球商来讲不够运营。回数交一个护腕先。但我知道你3站这才是大遗产，其实对于 Spinzer 来说的话，我现在围绕着3站的密码继续打就行了。对。终点站的园丁因为补状态是没有开掉这台机子。所以现在有一个3连的说法在，看一下这边，这边又倒了，再给了一刀。对，将马戏团3站以及终点站形成一个3连。那对于士兵者来说，手上技能还没有交。其实挂上以后也有机会第一时间去管一下对的，那台密码机。这边的话还在强修85，感觉有点不够。88，但是没有选择交技能。92、93、95，要给一刀先。但修的话有点，那可能救不了，他救不了，因为外面密码机没有压好。对。那这边的话，磁铁还在远端的起点站，佣兵有点来不及救援了。是的，我完全可以挂上园丁，再去拦截你这边的一个咒术。是的。我可以观察一下，看到了咒术这个位置，园丁我也可以放在地上，因为毕竟他也没有自愈了。没错，手上有移形，直接移形过来。看一下磁铁的一个限制。先断波影没断掉，但现在磁铁园丁也没治愈了，对他的牵制很难受。首先他要救佣兵，这个路程就非常远，手上还有一层喉，这个位置这边也大概也来不及，要断不到才行，能断吗？得断，看能不能看一下，再断没断掉，没断掉之后够啊距离，我只要在椅子跟前，这个人你就救不了。对的，有回数，这边板间博弈属于一个优势，有回数。那另外一边园丁是因为前期的一个双倒导致交过自起，所以说这没有自起。那先过去把园丁给挂上，是防止他的一个位置我找不到，因为咒术我刚刚击倒，我很清楚他在哪里。是的，感觉是刚好够的。对。那把人挂上，磁铁这边的话位置也是锁定，就在脸上。那这样的话也是能完成一个4抓。没错，那也是第2回合上半回合 MRC 是达到了100%啊。那看一下，因为其实。从终点半场来讲的话，会跟上把一样嘛？佣兵已经是同样，对，跟上一把一样。那这样看，这2个队友实在是太像了，太像了。打法上，甚至阵容上、选角上都太像了。就感觉经过一个循环之后，大家又回到了最初的这个版本啊。好，那也是冲着花瓷的一个飞行家，有点镜像打法但是选择的追法不太一样。是留了一个选择留隐喻啊。这样的话会提前去。可能开局就逼掉他的一个大喷，对的，玄庭直接交了，把回数给规避掉先，但这边绕回来，逼到最逼的有点快，对，看这边能不能拖出第2个背包的 CD。是的。但是其实小的背包的话，就可能拉不开割据的距离了。没错，所以说这边的话只能进到窗户的一个博弈。还是提前翻出去了，因为有一个窗台。这边花池的转点非常细，对，就差那一点点。他不好跳割据。对。回出过来，要给到一刀了，有一刀了应该。蓄力没给到，但是这边带不交背包，还是要选择给一刀。那整体的一个密码机进度还是比较少的，而且花瓷进到这个点位的话，其实已经比较难去进行牵制了。这波飞行家能不能逼出一个闪现？是。这边的板区的话有，可能这样的话就出来了啊，比较闪了。那就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击倒节奏，对，密码机同样也是1台半左右，还是比较偏少一点的。这边 MRC 求生很会修，就是提前过来破这边。先把马戏团修开，对。佣兵直接把电击让给了空军。但这里雨梦他排的一个位置很准啊，在很远的位置就发现了笑笑。刚好排的瞬间刚好看到回去了。还是有拦截的说法。这边能逼他更多的护腕。对，2个护腕，看一下给到一刀。还得再弹一个。交护腕，把人救下。看一下花瓷的话，进入到这边的一个单板区。没看见。但花瓷以为他看见了。一个没看见，一个觉得他看见了。对。有点那种我高估了你的感觉。
就两个人正好都想到同一个方向去了，都往同一个方向去跑啊。反正也是最终倒在这边，不去影响那边的密码机嘛。对，看到。啊，你看现在的话已经是往在桥上去挂一下了，而中点的一个密码机是解放出来了。然后空军这边还有一把信号枪。但这波救援的话，感觉是以化险为一为主，然后看信号枪是防一手拦截，对，对于小弟来说有风险。哦，这个枪可能不是很好看。对，回速的话，这个位置一定要打中，回过来，哎呦，没有打中，再给一刀，我觉得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风险了？刚刚可能先交枪，这样的话，一点点啊。那这个人就卖掉了，但是我把直接虚到2手节奏。对，空军挂上以后，我可以直接出来找弓箭。弓箭这台密码机才45的一个进度。是的。那这局的试装面已经非常大了。对。对。隐约断了一下，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佣兵根本过不来，我只要一直拦着这个弓箭就可以。只要稍微再确认一下佣兵有没有在修。外面差一整台密码机，现在的情况。电机现在已经完全跟不上。对的。然后这个人都已经不好救，被拦住了。对，我一直卡着你，你要不就过半救嘛。那对于风来讲也可以接受。后撤后摇，但这边的卡半是有点风险的，怕需要插刀，所以说很可能卡不了半了。这边可以卡位置，不是对，能不能去越过监管呢？好像要过半了。飞轮交出来，卡到了，卡到了极限的一个刚好空击特别能做。对，武功。哎，这边又立马速上节奏的话，那只换挂弓箭手。我觉得他们是有考虑的。他们这波的话，应该是考虑怎么跑一个了，就不能再考虑说我要。密码机已经很难修够了。是的，怎么在脸上摸香呢？不是，这个感觉在脸上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大了？那这里直接发现了呀。那其实佣兵一直修也作用不是很大的，对啊，佣兵还不如去摸一下道具。因为你要跑一个的话，可能就考虑怎么去压住，然后把人卖掉，或者说。给其他队友拖一些时间，让监管不太清楚你在干嘛。那这里肯定是不挂的。不挂，把人牵过来，确定你位置先。但是空军还有自己，那他得一直，他很难让他摇，我不摇。就去找一下，确保你已经救不了弓箭手了，就算起来也救不了弓箭手。这边羽毛也不太敢走远，因为他这个淘汰进度，空军是差不多自己能极限救得到的。对，还是得确保弓箭手挂飞之后。但这个时间点的话，应该也不打算交自愈了，我感觉要拖。要拖，笑笑那边摸一下道具会好一点。他得等到他差不多。但这边排点很精准，看一下往前走。这里感觉是能直接排到的呀。耳鸣亮了，对，好像排到了。往左边还在耳鸣。应该看到了，没看见，耳鸣消失。刚刚其实还蛮明显，但是是没有锁定在4站，他以为这个位置的话，耳鸣消失了，是这个3站的位置的人。但其实潇潇的话也是往3站跑。哎，这应该看见了，总能看见，看见了，应该看到了，脚印都看到了，脚印都看到了。也没关系，因为其实用空军那边的话，肯定是不想交技能，对，能够给他击倒。哦哟，给他震慑。其实这会对于亚马逊人来讲的话，就是省道具了。对，就尽量是拖，然后尽量的找，把道具只留到最后一波用。但这波看一下摸一个镇静剂，但是这个位置能直接看到啊！啊，对，这个地方好像是看到了，主要是对于雨梦来讲，我也知道你没枪了，那你后面想给我打拉扯，你一定要补充道具，大概就是箱子的一个方向啊。锁定之后啊，这边是交出自愈，但这边逃亡进度其实空军还有很久。那他只能尽量跟佣兵拉得更远一点。对的。然后给到一刀，空军已经是没有自己了。对，没错。然后现在倒地的状态是过半。传送过来排，往回排，知道你的想法，想要回去摸人，因为没有自愈之后，必须要摸起来2次，这样子才会进度条才会快速淘汰。它是可以摸起来的，因为它交互万了。交出来再卡隐约了，哎呦，这波拖的时间感觉是可以有机会摸起来的。但是雨梦已经意识到他去摸人了。是的，2个自愈都交了，反而摸起来。摸起来之后刚好2个人这一波的话，得让空军吃这一刀，空军往回顶，但是这刀没有选择打佣兵先。对，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笑笑是有机会再去坐车或者拉扯一些时间的。对。但这样的话，小迪他就可以把自己的状态给扎好。看一下这边的反间博弈。对。还有说法要拖，还有过山车还能再拖。直接开车，因为刚刚的话，他把空军放着，空军能把自己给扎满，扎满以后还有机会再补充道具，还有容错。对。那现在的话，1站到底到3站去。你现在有点跟不上，你要一直确定他那个位置。然后空军那个位置的话，有镇静剂在的话，还是比较好去运营的。
选择是修起了密码机，因为知道你传送交了。对，佣兵这边暂时还倒不了，50多的密码机可能是消一下自己的乌鸦先。现在的修机感觉作用是为了消乌鸦了。对的，因为想给到一刀，抽到了一刀。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又要再去找一下空军他的一个位置。那佣兵他倒的离地窖是比较近的，地窖就在狮龙。是的。如果说这边你快速击倒空军，得看佣兵有没有机会往那边爬。但是有传送在啊，这是最大的问题。是的，那这里看一下，好像找到了，看到了，骗了一手。哎，回头过去了。看到了，看到他的了吗？看到了小碎片好像，再绕回来。扎好了。把三满先对，要一刀。但现在的话，对于梦来说，其实就看他能不能第一时间传过去。我觉得佣兵应该是往地窖那个地方爬的。但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不敢击倒他了。对呀，你这样佣兵他那我修了呀。佣兵就那我修了呀，不是我可以修了呀，现在。对他现在必须得回头去这个传送去了，他只能这么选择。他是觉得密码机压好了吗？我可能点。我觉得修啊，我觉得就硬修呗。这不是，我真的觉得可以硬修。传送交了，这时候不修，你去扎针没必要了呀。对的，这边只能选择硬修了。扎针你跑不到，而且点啊，主要是啊。他现在其实是想让雨梦把他击倒，但是人家不会打呀，主要。对。那这样其实卡着他的话，只要佣兵留倒，我再击倒空军还是一个4抓。对。哇。佣兵已经在地窖口等着了，对，可能不敢击倒，可能觉得也是修的不够吧，可能是。就主要他亮的那一台还有一台。其实刚好他传送不交的话，那边刚好我感觉给他对，是的。扎针，这边冲过去有机会吗？有弹射，有机会吗？这个不能好像不太够了，这边只要不灌就行，差一些。板间这里没板了，双弹来回博弈。就架在这儿就可以了，力不够。哇，4抓，雨梦在这一局还了一个4抓，而且是一个节奏比上一把更压倒性的一个4抓，很早就进入到了一个4抓的节奏里。最关键的节奏就是有一波把空军的下来了，空枪空枪那个太致命了。因为这一局其实主要还是环节的话，其实目前看下来，尤其是大副他在救援上压力很大。他面对到小白的话，他是基本很容易救不下来。是，对，甚至的速闪。哇，这一局会有点担，因为 MRC 这边是没有点控的，这没有控制，就全靠前期牵制。如果说这个阵容好，看一下起追目标，先假闪压迫一下。但是小迪是选择直接蹲在了这边往里看的话，如果没有脚运，那可能就在外头啊。雨梦还是跳下来了，贴脸。前面的话假闪照住，移速也很慢。对，先减移速。对的，然后手上的话要进空间了，进入有一刀的机会了。这边感觉能不能进板啊？我的天哪！这刀拿得非常快，难怪你不用带张狂啊，很自信啊，对吧？那这样子上到2楼的位置，前面的话还能继续用假伞架住他的一个移速跟交互。这个传伞还没有交过呀，主要是。这把对心理来说，而且是一个没有6鬼天赋的一个新学校，他又要白平地给一刀了。对，这边给到一刀先，开启自己的1阶，但是心理这边也开启了自己的一个技能嘛。对。他那个主观锚定交了以后的话，看能不能再吃个闪现，吃个技能出来。是的，主观锚定交出来，手上的话闪现还有2秒。进入封闭板区的话是上去直接倒地了，然后闪击倒，击倒，也是跟上局一样150的一个密码机的击倒时间。对，击倒的非常快，而且心理学家是没有任何2次先知的机会的。没错，这里干扰的密码机很多。海边刚好2台机。对我2边都可以干扰到。如果说花子要去大船的话，那我再去逼迫海侧的人，那这样2个人都修不了。是的，假闪是遭到了大副啊，看一下这边一个拦截，躲掉了摇铃，技能躲掉。大副也意识到可能被拦不好救，对他想多尽量去卡一下这个淘汰进度，是对吧？你如果说这个早的话，就是一个劣势。哇，笑笑这个走位真的有点差一点。对刀气的把控，看一下直接选择救。因为主要对于心理来讲还是很难再去牵制嘛，只能尽量选择去导远，对，导远，然后南挂不高电机的地方。没错，那也是开启自己的2阶先，然后喜欢跟上。外围密码机的话，毕竟这一波淘汰进度是卡了比较久的，还是挺多。这把的电击进度对于雨梦来说其实有机会，很有机会。他可能在淘汰掉心理之后，还有很大的一个控场的空间。没错。加上这一波如果是斗牛来救的话，场上会有2个半状态，而且斗牛被通缉到了。
都得提前来，好像对时间量都挺好。还行，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要拿都还挺难的。然后就看一下这个吸魂怎么去交了，先假闪罩住。速闪的吸魂可能不太好。哎，直接撞到了，因为他毕竟有这个木莱塔嘛。那这一波是个无伤就很赚了。对的，那这样完全不同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斗牛士现在可以去把大副摸一下。对，因为密码机现在那边的话也是一个80-90的状态了。等到心里直接挂飞的话，直接三个人满血。对，然后4台机直接亮了。对。还行，这一波无伤就确实挽回了挺多节奏的。是的，而且他们考虑到大副那台密码机能量，所以说也不补了啊，但是直接就抢密码机。我觉得直接进入运营环节了，直接提前修电机，一人一台。觉得满状态的人比较多，都能扛压。但其实脸上这边大门其实是不敢修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就是主动站出来想溜的，我觉得。对。来看一下这边假闪罩住不让你进板区。那其实这边等到队友去贴到电机，然后站出来溜会更好。没错，蓄力刀，但是他交中进板是，但是不敢翻，一个斩不招影，这边看到了。哇，那这样的一波牵制就稳住了，因为大副那台密码机已经是有一定的进度了。对的，刺龙这边的话，再来一个板前博弈，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蓄力刀。其实对于梦来讲，他的闪他不想交，他的这个闪是不想交的，想用了控场，可能追着他想拿他一刀，然后再准备传送。对，但我们看到闪在的话，外面的压迫感会很大。对。但我 MRC 他的一个安排，花瓷就一直蹲在脸上。如果你传远处，我们2个人直接就抢脸上的人。这边还想打断，走断他。对，想打断你，不要干扰我的队友破译，是吧？对，但假闪的一个传送，假闪传送。那其实这样的话，雨梦反而目的达到了。对，我就拿到你那一刀了。对，然后有可能交闪现，有可能。赤红这边也是，因为他发现赤红他是没有大心脏的。对的，顶脸把压力给足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大部分那台密码机虽然说就是人也行，他用小黑去打，就不管那边的密码机了，因为你没有红王反照，我去打这个大门的针对。因为他不想给你抓住我这个变闪的真空期，我先变小黑，然后去打手椅。对，小黑打针对刀比小白要更好一点，因为我有摇铃嘛。对。然后这一局其实球员方是没有防到这手速闪的，没有带飞轮的，所以说很难规避摇铃。看一下，阿慈是可以直接勾下来去救援。但还是要考虑怎么样帮队友最好扛一刀。我觉得还是他在拖下一勾的 CD 先拖出。他想拖一下斗牛士的技能。对。已经冲好了，然后现在他的钩子也好了，就看下一之后对于雨梦来讲能不能打到针对。是的。对于斗牛士来讲的话，可能不好打针对，他会直接下来秒交技能。再看能不能撞到了，就是很紧张。对的。现在花瓷恨不得你打我一刀。但是对求生来讲的话，也不能拖太久，不能拖他的闪现好啊。对。因为这个开门那被打针对，可能闪现好，后面中间这个人也卡不太住。应该还是要卡半救的，这边过半了。那他们考虑的就是过半我有一个人走地。那他们只能去赌他打不到这个针对刀了，他1.6了。难道是？如果打到的话，就只能脸上这个人保小门的大副走了。他们觉得可能这样子，就拖闪现的话很久不考虑，但他们要拖什么？就拖他的一个木莱塔嘛，拖满他2个充能道具。对，我只要下来第一时间第一个命中了。然后哪怕你说过半的话，其实对病患来说，真的你不追病患，那你追斗牛士，其实病患也可以自己去争取这个地窖。是。撞到过来，直接开骗到了，就是他摇有没有中？那这样的话是有机会。对的，是开大门，闪是直接交出来，但这边前面进板是没有了，能躲掉吗？没躲掉。直接开大门。是的，第一时间挂上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点开啊，看一下这个门。来不及，他有吸魂。但我觉得来得及，有机会。这边放下来感觉有点来不及了。他吸魂过去的话，这边的门是一定能开的。对的，手上是有木莱塔的，说不用交。哇！注意到地窖，赶紧掉头啊！那真的是 MRC 求生是直接堵到了。是的。孤注一掷，然后堵到了，就赌斗牛士能下来第一时间命中技能，还是让他们在一个非常极限的一个残局里。那基本上选出幻灯队友应该是有飞轮，尤其是勘探肯定大概率是一个飞轮双探。对。目标肯定是以心理为主吧，然后看一下大副的节奏能不能找到一点。在这张图。那这样的续选的话，其实脸上有幻灯师，有勘探，我觉得可以去找一找幻灯师喽。实在要去追的话，但可能天赋上面你就必须要好起追目标，先往小房间走。看到了枯草的一个位置，而且枯草是直接没选择在小木停留。
他应该是放幻灯片，然后往大船的方向去拉，直接放幻灯片赶路。 嗯，因为他都知道这些点位都不太好溜，对，很容易被架住。就小房子位置一个窗户一封就不太好追了啊，不太好这个牵制了，对。这边可能到最后可能得选择吃刀转大船了，这边。对。对的，看一下这边。因为已经不太好去躲掉这样的一个上蜡。没错。把幻灯片交一下。挪了一下本体的一个。看能不能最后利用一个。 哎，好像拿不到刀哦，能极限吗？有机会，有机会躲掉这个。但近距离还是能拿刀。对，这里 Sprinter 也是想上一些蜡，但是并没有啊。刚结束了一个满蜡的状态。这边可能要交移形赶路。对的，手上是双弹啊，所以说其实土草这里还能再溜一会儿。哎，但还是能跟上，还是能跟上。他给了个震慑。那其实对于蜡像师来说，能拿震慑其实很舒服。对，多一刀会多很。 对，多一刀的话，第二波手势可能就直接2阶了。对的。对。那看一下这边挂上之后，先控一下中场的18的马基，但这局的话，其实18也是带了一个化险为夷的。可以先去封一下11的，对，然后18本身就要救援，他是修不了，那这样的话，场上多了一段跑图的时间。对，场上只有一个人能修。这个可能能再摊一下心理刀。摊到吗？要摊吗？我觉得心理选择交道具赶路了。对，那这样的话也是确实开启了自己的一个2阶状态。那这波的救援的话，我觉得得考虑了。即使是大副都有对，有风险的。大副得贴的提前来，很早就提前来。是的。这既然让你难挂一点，给到了队友这边一个幻灯片，那整体的密码器的话还是差的比较多。没错。 这个图蜡像师的优势点也是在于它的封电机能力挺强的，中上的这些电机只要挂在中间附近，基本上能封好几台电机。是，现在大门跟中场已经不太敢修了，全是大一场。但是大副的位置的话，在里面过来，这个位置好像有机会搏。松手了，是的。但是非常稳定，而且还有怀表，强势大副的怀表，想打一个双倒，哇，这一刀再惊险躲掉。 主要是确定枯草它整体的一个位置是架在大门嘛？是的，不允许让他无伤，然后连道具都没交就把人给救走了。是这边的话93了，那手上有2阶，这边也是很难牵制啊，定住给到一刀直接击倒。哇，有马基的话，毕竟大门这台没开，剩下全部都是大一闪，但是手上有技能呀。是手里的移形是好了的。大门是台71的遗产啊，他会选择直接传送吗？还是中场那台也没有抢开？ 对的，大船也在防，这对，边都在防。就远端磁铁这边的话，毕竟是双弹飞轮，所以说也是小防比较安全的点位，就硬修了。跳传大船，传大船了。心理这边的话，毕竟状态已经没了，比较难牵制，他被动已经交过了，而且感觉是有机会，而且这边的带点是要往大船海边带吗？给到一刀落地刀直接倒这儿了，但这边的子挂掉了，好像是，对，好像挂不上，好像是挂掉了，看一下啊。 如果说挂掉的话，要往远牵。对，往远牵，但有可能有点极限啊。我觉得应该是能，哎，他可以先封点密码机，那不许能挂，找11，那就看11了。这局又把压力给到11了。18这边也是提前预设好了，对，就是传送下来会直接导到这个角落，让他不好挂不上。 这现在对于 Sprinter 来讲，就是我把11阶倒的话，把它挂回大门还是一样的效果。那这样2块表也是都逼掉了。现在 Sprinter 必须得守住大门这台密码机。对，起码得在传送好之前守住。对。然后直到你现在开大船，那心理学家位置也锁定，勘探位置锁定，就大胆的去追11。 但磁铁这边是没有选择去摸队友啊，应该还是要去把18给摸起来。这边是可以不摸，因为他一定挂不上心理学家的。要摸了，要摸吗？要摸了，摸了。那摸了，我再往那儿倒的话，对，还是挂不上。对。但是这样一来一回，其实中间的空档期反而是把传送给传送拖好了。对于 Sprinter 来说了，完全也能接受这一波。对成都机器这边的话，得选择去新起一台电机。对，看大副那边能不能再修一台。应该是要去新开了。对他先补了一个道具。 这边是利用这个大建筑物啊，然后进行一个绕圈。是的。但是这3台机其实挺近的，就海边大门。其实对蜡像师来讲的话，其实都能很快的守住。是的，哎，但摸了一个娃娃就很赚了，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好。是。调好之后，但这里反而绕到了18，但18就还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故技重施。对，我再往那个脚里一倒。
他可能就直接不管了。对于孙臻来讲，可能直接不管。但是他手上这附近也没有，对，强没有行挂一下。对，主要是你们没有兴起，就算这边让你摇下来，我再快速击倒也可以。主要是密码机你们一直没碰。而且这个距离他带底牌的话，应该是能挂上吧？好像能极限挂上，对。对的，因为带了底牌的还是。除非求生他带了摇，但一般单波的心理不会带摇，不太能放下来，因为当时他放下来是为了防这边11去修机。但这样的话还是挺爆点了，等一下海边密码机在抖动，密码机才20啊，然后也确定了大副的位置。对的。11这边持续爆点，这边还在修。勘探员这选择松一下电机，让得帮忙一起救。11这边感觉自己是有没关系的，能救，因为手下有互换，但有传送哦。对。而且密码机压不好，而且现在才50多，他的互换是往反向交的，这个人是不救了。哎，他松手了，那会给到身边的一个信号，觉得过来救人。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青米救不到，我可以传过去管这个勘探了。对。耳鸣没了，看他躲又在躲了，再回头的话又去找大副。那大副这边有耳鸣，这个耳鸣是娃娃的。我觉得可以先把这个。他看到了，他已经看到大副了。对。还是救不了，好，电机也没压好，现在。那就先针对到大副，然后我手里有传送，你压的密码机离门非常非常远。直接默认勘探员要压好电机了，所以打一手凯尔接，直接秒击倒勘探员，他热辣没有选择交，是给了一刀洗头。但现在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没道具的状态。勘探员没大进站，贴门会非常慢。是他在海边，手上有传送，这局对Spencer来说很有机会。这方面非常大。大副这边也很难牵制出来。对我这里大不了打一刀，对，勘探员贴不到门。对的，不着急，对 Spencer 来说可以先挂上，但是耳鸣这边的话不好判断，因为当时有一个娃娃，对，娃娃旁边，他可能选择直接先传一手。不管这个耳鸣了，直接往外走。去排，觉得你大概率走的是大门的方向。不想浪费时间。一直很沉稳。上次看他比赛，他的传送念得非常的。但这一波就怕什么？就怕如果说来大门没有，他会传小门，因为他可能会赌求生方这边去开小门，再来去压这个人。这边在这边还在捏着传送不交。对。他刚才已经意识到双11有耳鸣，但他知道那是个娃。对。知道不是一个活着的求生啊。这边在往小门走。但他走到小门就不会喘了。是的，用抛蜡去判断一下位置有没有人。对于磁铁来讲，这把很可能就只能去选择走这个地窖了。对，地窖的话在大门那个方向。大门的位置。因为他一直不点门的话，也会爆压的。是的，耳鸣又亮起了，但是知道是这个机械傀儡的，我觉得。会去打吗？要打一下吧。可以，看见了。主要是磁铁只要把挽留给拖但是知道他的位置。但这个位置对于磁铁来说是有机会可以等掉你的挽留。然后它有飞轮。对，有3磁铁，有飞轮，有操作空间，而且操作空间很大。因为其实勘探员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可以克制到蜡像师的一个。是的，我可以正好解掉你的困。监管这边他不敢深追进去。我给你让身位的话，你就离地窖近了，我的传送传不了地窖。最后也就是等到1刀斩结束，然后看勘探员啥时候下来。对，然后再看自己的2阶怎么交。对。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拖到这个地窖换地方换位置。对，有可能。哎，但是这里。让了一点身位，把磁铁吃掉。这个位置真的是不太好追啊！就2个人先起，我感觉有可能会对，如果都很保守，我觉得可以等，对，等到地窖换到大船的甲板，对甲板下，对，那可能走的概率就更大了。是的，啊，现在毕竟距离还是有一点点远啊。确实可以说我直接去操作走这个地窖，但是这样的话有风险会更大。大门的这个地窖距离最近的位置的话，其实就左边右边嘛，要么就是双11，要么就是甲板。但是看起来应该是想要但磁铁又回去了，但这个位置其实又给他身位了，而且磁铁没有丢中，走到磁铁上面，这样的话，看一下，88的了，这边不敢吸啊，哎呦，但利用加速。过去，但是斯普林特可以，他可以先站到地窖口，往外打。但是有眩晕，怎么说？我最后的这个场上容易丢失一些机会，而且 MRC 这边的话还是比较擅长说后面去给你打一些拉扯跟运营。那这样的话可能开局就是直接去找 GS， 对，赶一下中场的人，然后直接找 GS。守墓也不能给机会，反正对也是得小心。好，来看一下这边起追的目标的话，还是往中场去找一找啊。先干扰一下守护人。
这边也看可能到了会直接传守护人啊，然后再控医生去找杰斯，可能是。对。哦，好像是直接就抓。对的，就找守护。虽然只是去干扰一下外面了。但是这边那个短板的话，其实很容易让自己的侵蚀值提高到60以上。他的一眼都不能看。对的，但是反而过来，哎，刚好躲掉。一点点50%涨到60。但看这个医生的一准备上好了，看一下前面能躲掉吗？先出残。哎，没躲。哎，还是本体上龙，还是能打到，还是能打到。对，这个距离还是来得及。那这样的话，第一刀拿的还是非常快的，而且这边对于其他人的干扰比较多。这边的话，侵蚀值会稍微的有点高啊，刺龙这个位置。对他正好我可以赶赤红，然后顺便拦一下守墓人啊，这边再干扰一下花。因为守墓人刚好寄生吸力没好，他利用这个时间段看火灾给。或者说现在就要起追火灾了，有点。因为寄生马上就要好了，2楼的位置的话，但是2楼、3楼的话不是很好抓了，等下一个寄生再抓。哦，对。这边得看能不能他的一个本体分。对的，现在是来到60多，给到一刀。这边的话，闪现，再见了。这边还有个地下室。这波操作非常熟练，而且还导到了地下室。对，是的。因为那刀给到的话，其实他还有个气囊使用的机会的，本来。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救了，守墓人也是一个半状态。第一波感觉比较难，而且没有化险为夷的话，这个地下室很难出来了。没错。直接出来打一刀入殓，那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不救我，直接出来直接打进攻了。确实可以，因为他在外面兵马俑都在躲动。这里只能让机械本体过来去借势了，给压力了。状态吗？这个位置但他要搏一下落地刀，而且这边的一个淘汰进度是卡不到半了。啊，你借势要是不过来给压力了，可能会传过去。是，入殓跟守墓得赶紧调整一下了。没错。而且救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好救。对，救了也出不去，有可能2个人都会留在这儿。所以说大概率就把守墓这边看调好，能不能再有机会卡的救一下。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卖掉吧，还是要救吗？要救。守墓是可救的。如果能去掏个搏命的话是最好。对，是的。拉点节奏回来。哎，没有选择打这边。应该还是能救一下。他这波应该要打守人一刀，得必须打他一刀。给一刀。火灾是没有球了，他应该是溜不了。对，他的气囊位置非常远。脸上这个已经被处理掉了。哎，这没有打，这没打。哦，对，两边摊开还行。这边应该直接打角落了，难挂了。哎，躲掉了。那这边能上这种吗？感觉上面好像逃面的逃片还是会没把这个板。哎呀！那前面的话还能用逃片把自己侵蚀值吃满掉。对，这样的话还能再多下一个。对的。你现在没有办法激素它了。而且下面还有气囊，还能再用。再弹一手气囊，再来2楼的位置。这时候外围的话不能给到机会，他必须得赶紧把火灾给减员才行。对，马基有结实在的话，其实你稍微稍有不慎就会动的很多了。第5台已经在起了。那这边又要来找一下自己的一个气囊的一个位置了。对的，弹一下，这边2阶落地。那2阶刚好2阶还没有好，73、74，但这边逃片比较多。还是。但已经是拖了很久了。对，如果没有这一波26的话，那可能后面的节奏和运营都不好运了。没错，保平面打出来了，现在。对，因为毕竟外面入殓还有一个反生在，而且机械师的娃娃进度也比较多。没错。这把毕竟是把机械师放出去外面修机了。对，那这里的话，花瓷的密码机也是到了50多的一个进度。但其实你现在击倒花瓷，它意义也不大，因为毕竟它是能够自己反生的。是的。对。我可以去选择吃你的技能，但是他还是得选择去消耗它的这些道具最好。对。这波去挂，然后把中场开掉。外围的话得让密码机再多开一台啊。多开一台，这波可能得自己选择自己反。然后其他人赶紧过来。守墓人给他电击压力。就属于是什么？现在就属于3个人站3台。对吧？守墓人直接来脸上，对，然后而且刚刚入殓把闪逼了，所以说其他人的牵制压力没那么大。没错。守墓跟机械都是个满状态。但中场那台反而是没人去给压力吗？这边的逃片一直没人猜，感觉这里还是要倒地。对。但他们可能更想让那台59的给让出来，然后直接让队友让娃娃去破译一下。哎，娃娃这个电量最后好像极限差不多啊。对。能修。但是如果是寄生的话，
但我感觉有可能会不够。那如果寄生的话，因为会消耗它一些，会控制170度啊，会消耗它一些电量，可能就不太够那个人的去压了。本来就不太好一直破1的。对。而且机械石本体也修不动嘛，你要控娃娃的话，本体也不能修。哦，当然选择拆掉了，应该是够差不多。啊，那就可以了。那只要电量够的话，就能压好。因为它是一直操控的，是有点很极限的够啊。哦，现在但是已经准备。角迪应该对机械师的这个把控应该非常好，应该对的，就是多。对雨梦来讲，他也是觉得你下来够了，然后觉得陆炼石可能会回缓照，后面单一仗。9极限。但是这边掉的比较远的话，让人都已经拉开了。如果你把入殓放出去，他可以给其他人画灵柩。没错。然后守墓这边也可以去，哎呦，博满博到了，已经给到守墓人了。对。那你追守墓的话，倒了也没办法呀。而且入殓师是看过守墓人，他没控门，他第一次人没有去管门这个位置，好像已经把灵柩给到守墓了。哎，在管门了。这边手上闪现的话有30多秒，其实等不好，交铲子先。那就一直跟着，这边得选择带走这个门，然后另外一个人过来给压力。是的，89的侵蚀值很高。但其实他们不怕守墓人倒，因为守墓人他是有灵柩的，完全不怕。他灵柩的位置还在地窖的点。他主要是带走这个门，他让本体这边的门是释放出这个压力就行了。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可以去选择，又打一把。这边小迪完全不能给机会啊，因为另外一边是要点门了。小迪这里不要给机会，陆炼石他点门了已经。看一下80多，感觉能直接点开，不敢点了。对，闪现快好了，跟上去好像是能直接带走的，但这边的给压力了呀，另外一边不能给压力了。是的，窗台交出来，而且这里有地窖。哦，闪不出来，闪现闪不出来，有闪现，但是距离是能拉开的。另外一边门还没有时间点开，还是一个80的进度，但现在在点了，这里感觉只能紧追一下。对的，赶紧交闪现带走了。交闪现吗？还在搏，闪现交出来。另外一边的话，小迪在中场，应该是拦不住了这个位置。拦不住了。走直线就行了。对，主要还有个飞轮，而且有一个飞轮，好像有机会吗？能本体先，那他就先往远拖，因为入殓师那边有自愈。先拉开。其实，在这样摊其实有风险，但说不定离这个门，我说不定这一局其实有机会是真3拦3跑的。那个门是开了的，你这边叠不满机械师你不好追到。对，叠不满，只要我去压满的一个情况去吃你这个侵蚀值就行了呀。20秒的挽留，前面有窗台。现在又要掉1次人回去找一下入殓起来了，14秒，甚至12秒。自愈。机械师如果自己能走的情况下，对的，没有2接你传门。那这边有个反弹。怎么说？下段了，能走吗？走不了。往回地要走，往回地要走。是。看一下，冲回地要位置，然后小迪这边往门冲，66的侵蚀值在前面的双护感觉有点不够。骗一刀。骗不到了，那这样还是一个平局，因为你现在挽留已经结束了。太有风险了这一波。刚刚但凡本体再远一点点，让入殓弹出去了，那这边就3跑了。他当时不是他翻板不吃那个喷，对，不被打断的。对，不被1人的喷打断的话，应该就直接走了。应该就走了。是。节奏一定不会慢，很难说让求生方这边可以在16的情况下牵制很久的时间。而且刚好他在抓人的时候，刚好能同杀，或者也是偏属于开局先以赶人干扰电机为主。对，我先攒一下能量。攒一些能量。对。然后再进行追击。我看一下吧，这局。好，来看一下这边起追也是往病患的方向先走，但视角是一直往中场看。对。病患的走位是想要溜回来，不干电击。但这边的话有被绕到身位了。是的，而且还贴近了一点身位。对，前面可能被迫要交钩锁了。然后穿弹。对，这边可以开门，但是病患也是选择往左边去绕。哦，他应该意识到病患他是没有带一个弹。哇，这个藤蔓还好，这边有一个弓箭手给到了一个辅助。那这样子规避掉第1刀的伤害，病患这边交出第2个锁钩。其实他毕竟天赋，对，他是带一个化血为夷，已经在盯了，这个异鸟已经在盯了。哎，刚好。但如果这把异鸟可能很有作用，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碎石。对。看一下再骗，没交出来啊，应该是提前到时间了，对，应该是想着说自己的一个道具 CD 好了，所以说续到他下一波 CD 好。对。这波应该交钩，再拖点时间上了楼梯。对，那现在手里还是只有一个藤蔓，至少能拖到心智的异鸟，再定1次。对，那这波牵制其实很成功啊！来来回回的话，其实已经快够3台了。这波选择开门，异鸟的话应该是留着辅助队友去救援了。但还在交，对，炸了一下。
硬鸟交出来，防止那这样的话，一个这把基本上就是3台机了。对是倒地的时候，那再攒一个碎石，可能等鸟结束看选择难挂了。到。对，没错。那现在的话就是看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救援。救援环节。对，那幸运儿手里是个香水的话，其实也是会比较好救一点。能规避一波伤害。对，来的比较早，这但是还个位置是得选择把这个淘汰进度给卡住，卡的越久多卡一点。这个位置蛮好，它可以在角落，或者是我去2楼去卡一下这个淘汰进度，没什么太多的办法。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排点，应该大概率猜到人是在卡这个拐角了。对，但是也没什么办法，还是更多的进行以前的一个博弈啊。那个香水，开快刀，缠住，碎石，但是有压迫，直接救了，打到了给到幸运儿只要是能救下来，就是电击差不多都能够。对，这局就有一个保平面，因为下一波我是有机会不去救的。是的。这局的目标是保平嘛？那看一下，如果对于球员方来说想去争的话，其实弓箭手还能再来进行救援一波。弓箭手应该是没空过来了，因为是跟幸运儿换位。幸运儿换位啊。那现在弓箭过来，对，弓箭换位过来，就他先救下来，救完然后对，再然后保。他这里甚至还可以去干扰你的挂人，因为这样的话刚好能跟住。对他想去干扰这台密码机的。打到核心。刀了。碎石再打针对，打到了。但这局如果挂过去有个问题，就是会切底牌。对的，因为而且主要是什么？就是他没有化险为夷了，带不走。对的。那现在风电机很可能会切成底牌踹电机。是的，然后把这边的话把密码机给封住，这边无伤救援下来，这个10点值一直在，其实还是挺影响的。后撤补上，藤万交出来打断了，太关键了。这边78密码机闪现过来跟一刀，但电机也不够，然后弓箭手龙骨也交完了，对的。这把弓箭手也已经是密码机这边是87的一个状态，感觉能我感觉还能优先锁一下，应该优先锁密码机，可以锁一下。是的，先开门，这里不着急锁，藤万如果能缠到的话，枪可能是来不及这个碎石块的，缠到了，碎石压住，没给到，扭掉，交枪。这边的话，枯草过来补密码机，看一下，应该是能缠住开。那就压好了。对的，只能针对幸运儿。他虽然没有回防，刚好也没技能，那就平局。对，是的。是的，是的，这边碎石给到一个11刀。对，这边枯草在脸上，但没能量了，不太能去摊，对，不太能去摊了。假如刚才能够直接碎石击倒幸运儿的话，给他挂过去，有机会的。对，而且幸运儿是没有大心脏的。是。对，然后这边的话，应该距离上面是来不太及，手上还有飞轮，枯草的话也是出门。那求生方的话也是在下半回合进行了一个平局。那这样的话还是有可能他们的 MRC 的选择会把冒险家给保护起来。对，他们这个阵容一选出来，其实有一点危险的，就是冒险家也会更大一些。就看一下雨梦这局携带的这种天赋会不会是兴奋啊？因为他比较需要去反制这个。好，看一下起追直接找园丁。但是园丁这边是带了一个单化险为夷啊，对，所以前期的牵制上面的话会有一点点吃力。稍微想去找，但其实冒险家也不可能在中场等你啊。对的。这里可能也就是等一等他盾的一个时间。还是选择，我觉得是不能太犹豫啊，该上球。对，就提前你上2个球嘛，你不着急，对不对？先把球给上了。规则交出来。找基地。2个球，然后也是把它架在这个墓地的板区，因为毕竟带了窥视者。对，如果架这个板区的话，其实等下一个双重惊喜就有拿一刀的一个机会了。下一波技能必须得等到园丁的盾消失了，对，要不然又会进入空档期。是的，前面的话也是不着急下板，然后盾消失，这边双重惊喜好了，给到一刀，对，开启自己的一阶。波动飞人过来，上双球，上球效率很高。前面的话再打，对。那这种击倒节奏属于是对他来说是属于是挺快的了，对，很有机会的一个节奏很好。对，外面只有3个半台啊，而且还通缉了教授，那教授不好救啊，这样的话。没错，也是立马让这边的前锋调动起来，然后教授直接破一脸上先。那如果2个人一起过来救的话，电击会非常慢。他们应该是选择压满了，先不我觉得卡满了，这得要卡满了。对。啊，园丁这个也比较，能做很久啊。是的。是，然后这边的话也是选择让教授再绕回去墓地。
过来，但是这个时候过来的话，感觉好像就要2个人一起要卡半骗一手。那前锋得拉球，拉球过来了，没有注意到。可以，好像可以直接无伤救下来了。哇，那这波救人的话其实很赚。对你这边想要去看，但是前锋拉球。 那你现在的话，只能先去针对一下笑笑。是的，好消息是2个人救的话，电击根本就没动。没错，但是前锋这边应该有机会去操作一下，对，它是个本状态。有风险的喧嚣其实有风险，对，但是也不得不操作，因为这局的节奏已经密码机不够，差太多了。对，需要他去拖出来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现在双人间隙已经好了，拉球选择走，骗一段，直接回来直接挂。对的。到现在为止，加上冒险家的3台。 接近3台，但这个人是快挂飞了。然后还有半挂，然后教授这边我觉得要不就先卡着，先卡着，因为毕竟他没有位移的。排到了，好像能看到吗？没看到，没看，哎，看到了，看到了。但是另外一边前锋可能还要来。那他如果每一次都被排到的话，这样电击还是一直被拖啊。这样子就密码机完全就不够了呀。那这一波其实最好让教授无伤救也行，他们至少保住了状态。2波无伤救。对。 然后再让云这边起盾拖时间，等到自己的盾了，但是惊吓标记没有上到，双方惊喜也结束了。还有个空中飞人，下板的话应该就空中飞人过去。哎，没有下板，你着急了呀，雨梦。这里的话反而是拖出了一个化险为的时间了。对，着急的这个空中飞人给到了一定的牵制机会啊。 看一下这边再绕过来，空中飞人又预判了一手往外走，走到角落，前锋还要跟吗？然后还在，他的一个球还有1/3。再拖你一手技能，不让你3个窥视者，这样子的话没办法出去衔接节奏，我再拉球走。在非常极限的一个距离。他其实这波来 OB， 他完全不是为了 OB 的，他就是为了拖你的时间，骗你这个窥视者。对我拖你的技能，让你没有办法挂完以后直接用到我的队友身上，你要等。给你一种我想 OB， 但是他其实就是。 把你差点逼掉，对，没法立马传送去找是的，找队友，因为你本身是带了通缉的。那看一下外面的话，其实密码机整体也是被拖了比较多的一个进度了。没错，来到中场这边，他也知道赤红在这个小门角落。对，小林手里是有6支。那其实现在电击其实差不多都已经快完了。过来管的话，小迪直接把密码机亮掉。没错，而且这边是有回航反照，这局他们带的回航反照非常足啊。对。哎，哇！ 这个那其实吃一刀会挂到遗产啊！对，不过他身上的27好像差不多可以。我有底牌啊，这局。对啊。但是教授还有一个化险为在可以带走，如果你切底牌，我觉得对于球商来讲也能慢慢接受。但有点没道具了，肯定得切底牌，有点没道具。如果不切的话，可能被拿到输液会被直接亮了。首先有化险为的话，肯定能带走。台湾双倒。 教授必须把这里那他可以直接亮，可以直接亮的。但是没有回航反照，教授只能电击倒地。而且他们压的是中场。对，然后去找前锋，没有挽留也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的话，想回头去找冒险家吗？回头再去找前锋。有点找不到，但是前锋这边是满状态，而且手里有个鳞片。对，但手上没有飞轮，没有道具，前锋这边要扛出教授自愈的时间，有点难度。但是他鳞片挡住了呀！我的天哪，相当于有一个飞轮的效果。 还在躲，还在躲，绕场线幕进入了 CD 吗？没有，已经能够把教授的自愈给拖起来了。绕场，空中飞人没有交，时间拖够了，打倒再传送也来不及了。是的，把人打倒，这边移形过来，而且这边是的位置很准，但是在里面，空中飞人赶出来又来不及，对，存者还能再走。 如果你再排深一点，前锋都有可能自愈起来的。没错，地窖就在关了呀，关了。地窖就在墓地这个位置，但是自愈好像不太够。对，好像没道具，没道具，但是会被拦。自己会被拦住。接住自愈，这边的话，毕竟虽然说空中飞人进入 CD， 但是双重惊喜空了2个。哎，但直接冲好像也不行。 对，应该还是走不掉这里。打个板子有机会。对，这也太难了。感觉这里是没有办法躲了。对对对。但前面已经拖得很久，时间很久了。对，拖到队友自己家。绕场线幕再扭，哇！不过今天赤红转得太好了。对，怎么感觉在他面前这个转盘，他就像泥鳅一样。今天赤红打了很多场，真的对局中的
关键操。你看斗牛士那一把也是，对，是的。这局前锋开门战撑了多久时间啊？对，抗压操作还有。 就是单靠他个人会难一点，但是这把好在其他队友都有辅助能力。是的，来看一下吧，来看他有赌的成分了。对的，就有点赌的成分了，再看他选左边选右边了。对，在右上角。对，其实跟上一把也是一样的，先往目的方向去逼这个人。所以这边先把伊森往中场去调动，然后本体的话也是压迫一下邮差的一个点位。是的。 绕一手，觉得冒险家这局还真不一定能找到冒险家。对，往这边卡，但是其实冒险家好像已经往大推跑了。对。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追击点位，追击位置邮差是还是能追的。没错，在邮差这边的话也是带了手双弹飞轮，但我觉得追邮差反而就进入了他们的一个开局的铺排当中。这边极限进板，59侵蚀值，非常的极限啊。对。然后看一下前面的一个板间博弈了。 因为现在的话，尽可能是不让自己的侵蚀值上到60，但是回头放狗肯定是会有这个机会的。所以说前面的话，61侵蚀值，而且落掉了，给到一刀，拿到一刀。对的，这一波 Sprinter 是非常精准的预判了你交这个信号权的一个位置。是的。追猎跟上的速度太快了。对。这波判断有点失误了。来看一下，现在被架在。 侧门废墟里面，对的，异族本相能否去吼中？手上闪现好了，命中闪现，那至少能够逼出来一个闪现。但我觉得闪现交了也行，因为他毕竟还有后手有飞轮嘛。其实邮差的话，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二次的机会。对，看这波救援，前锋能否找到说无伤救的一个机会点？因为在技术的时候，其实很多前锋都会选择撞救。这波选择让前锋中也是得让他给他操作出来，是的。 看一下这边冒险家的一个位置，技术18，然后要收医生的时候，哎，没有抓住这个时间点。因为这一波打前锋一刀的话，还没到2阶，还能再拖点时间。这样子以前会给到一个陶片啊，这样子反而就很少26机会了。这波还不能被打针对啊。对的，交狗没有命中。 哎，但打断了。对的，哎，没有给，一刀都没给到。哦，这一波没给到，哎，还是那这样的话还真有机会26了。是的，没2阶。是的，没2阶主要是。但是这边好像能够跟上邮差这个位置，但是会被架在木。交过了。前锋得在旁边准备帮撞。是的。先打断。对，那前面的话应该就是不太好牵制啊。没错，这边给了一刀。 那前锋这里要去 OB 的话，其实难度有点大。密码机现在加上密码液的话，就200、300的密码机。对，等前锋100的时候，可能是能挂的。哎，压满。他想拿一下他的状态，开了2阶。但是医生喷交了，其实对前锋来说有操作说法了呀。库草这里能不能撞到呢？这一下，看一下。这波可。哎，提前拉着急了呀。挂了，主要是前面其实也能发现 Sprinter 一直在防，对的，这里还有一个地下室。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平局对于监管者来说有点，机会很大。现在我只要先把这个人守死，对，你这边密码机是不够的。因为你地下室出来，其实你侵蚀值是很难规避的。火灾还不一定好救啊。对，而且脸上枯草这些密码机会被干扰。看一下气囊，打一刀，下面去升吗？有2阶，好像没有。 传过来，再打前锋，打倒前锋。对的，然后2楼的话还有陶片，再传回去。那正好抓住了你这边想出来的一个位置，哎呦，那可能就不太好出去。那电机开好之前就一定会挂飞一个了。对。是的，这边狗咬到，然后去扛。气囊能把这边楼梯给堵住吗？ 看一下，堵住了，那上面有医术人可以寄生。对的，我的侵蚀值很高的，57的侵蚀值，没有手上飞轮还有20秒。怎么说？先有队友来帮一下吗？想办法躲掉医生的喷没躲掉。前锋这边还有2/4的球，火速赶往，但是这个在位置吊桶里面，对，来不及，有点来不及。 指明者这边防一手，医生喷打断飞轮躲一刀，球的 CD 3秒钟有点不够了，球的量不够了。对，那只能考虑3人3跑的一个可能性了。但现在 Sprinter 他手里的闪现捏得非常死，我只要一直捏着我的技能就可以了。是的，一个技术落地2阶拉满，就算结束了。密码机这边还不够，地下室还能再挂地下室。 对于 Sprinter 来说有点不可挡了，这个优势。这里只能让冒险家来救，但是如果你把冒险家
让他来救人的话，密码就会更慢。而且你这个化险为夷交，就唯一3跑的机会都没了呀。再加上半状态的火灾，其实不太好去修这台大遗产的。是的，修还是没问题，他可以用气囊卡，但是。真的救下来，哪怕说什么之类的，其实你不好出去。哎，好像是没有，这边没卡上，没卡上。那这样他就修得更难受了。这样的话，这个人要么你卡半就电机是压不好的。对的，看这边想打一手。其实现在手里都有技能。是的，这边有。他都可能去打一个救援拦截也有可能啊。想卡一个过半。对。想卡过半。等一下，喷断没喷断？喷断，但是。密码机没有动啊，因为那台是个新的密码机，才30的一个进度，58的是脸上补不上。他现在手里的输液加上。现在倒地一个上挂的话，那电机还是那后面的人都全部都不好救，得大心脏救人。哎，但有点丢失枯草这么一个视野啊。他其实是有点想过来。他可能以为电机是不是快修好了？对，但其实这台新的差的还是比较多的，反而是让冒险家把那台遗产给补上了。想再耗一耗道具，耗道具耗一下，2阶落地满金石倒，他还是没人救，那边没，还是没人救的一个问题，还是没人开掉。密码液好像极限，就是人扛开，没有选择，哎，没用输液，应该还想打算救一波吗？但怎么救呢？大家都是半状态，而且没，对啊。冒险家可能忘了自己手上有10%的输液了，刚才是好像极限能开。对，然后11手里还有个球。这样的话利用大心脏救人了。对，但你这个有人起来，但是2个人都在脸上，所有闪现，只能往这边的板子转。在这里交气囊弹走。看了一下前面，主要140把小门也管住了，没有办法点。不让你点门，只要小门不开，11倒在这里，我就有机会跑平。而闪现大还没碰上，因为他压的是小推的电机。没错，把人牵起来。其实现在140往大门赶都能够来得及，对的，去拦一下，因为毕竟冒险家还没有贴到门。但这一局对于 Splinter 来说的话，只需要稳稳的保平就够了。对，这边的话还想去管门，确实是有可以管到，对这个门的进度来不及。前锋不去卡着的话，那这样的话可能是，要不然是抓去了，多抓去，因为那边的逃兵还有逃兵。看一下传送落地回去，是救不了这个人。前锋的位置刚刚路过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对，是卡在墓地的方向啊。对的，然后记述一下椅子上的人，找一下前锋的点位。前锋这边要赶过去救人的话，手上只有一丝9匹，只能躲到飞轮先躲一刀。但是隔窗刀打到了。那2边都倒地的情况下，先把前锋给。其实前锋可以不管啊，因为他没有自愈。对，我现在去管一下冒险家。先把冒险家这边技术再技术一次。对。因为他就算自愈起来，这个门的进度才62嘛。对的，然后陶片已经是没有时间拆了，没有时间拆，没有机会拆，他只能点门。然后我再传过来。对，传送落地给到一刀，那也是4抓。但是恭喜 FRC 成功晋级到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当中了。是的，啊，今天打下来，我觉得到了第5局，尤其能感觉出来 Splinter 他后手留的这些角色。对的，对的。这好像更常见。对，然后包括胡景春这样地图嘛，他张皇底牌再带一个通缉，其实手椅方面也是非常强。不管是手椅还是说我挂飞第一个人以后的那波续节奏啊，都能够比较舒服的。对，因为有利用高低差的话，其实女王蜂前期还是会比较难以释放自己的技能。对的，还是选到了中场。这个位置的话，就看一下他前期的一个追击路线。他如果说，好，这里是选择直接冲着园丁去啊。是的。前期如果说能够用窥视者去把人给架在这个小木屋的话，存在感也能多拿一点。木屋不是地下室啊，大船这边是个地下室。再一波反向翻出来，骤停也是直接放弃了小木屋这个地方，因为有窥视者的存在啊，他选择转到海边的板区。这边也是尽量晚一点让自己的盾消失，让自己的盾能够续更长的时间。没错。这4次熟练度还是挺高的，但骤停也躲得很好，还有几波的一个小走位，目前只吃了1次。再来一波，还是躲掉了。哇！从这个时间上看，这个盾马上要自然消失了。是的，抽刀也并没有命中。哦，园丁的盾是撑到了自然消失。那前期其实雄者的密码机破译速度会很快。再一个窥视者架住，终于抽刀拿到了第1波存在感。这个抽刀还是蛮亏的，因为你吃到这一次抽刀，他并没有办法能直接上到这个大船，是转不走。对，他应该就会倒在海边这个位置了，不去干扰外面的密码机。这边可以找机会准备续第2个盾了，拖点时间。哎，没错，这一踩板的时候，骤停果然是拖出了自己的下一块盾，也拖好了。看一下要不要利用
哦，感觉是转不走了，所以往海边离椅子更远的地方倒。对。他想走的那2块板区的话，也意识到就是其中的1块板已经被踩掉了，所以你再往那边去翻的话，可能会离的椅子更近。是。那这个牵制时间，其实求生者已经很可以接受了。对。毕竟密码机也是接近3台啊，更何况是胡锦春这样的一张比较大的地图。这一波一生救完人是可以直接破译海边的密码机啊，然后让园丁拉走。那要不要直接往小木屋带吧？毕竟你小木屋是没有地下室的，刚刚也盘过了。是。那这一波救下来，如果说弓箭手想 OB 的话，反而会有风险，所以尽量还是直接开心机，就让他倒到一个靠近大副的位置啊。医生这里淘汰进度卡得很死，一个悬停喷到了椅子面前，这次14全部躲掉。没错，吃了一个普空攻击，那选择让园丁在原地去拖这个时间。那既然是原地拖，要不把这个椅子先拆了，你再往海边倒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吧？因为这样的话，飞行家他可能得修小木屋了。这个海边这2台一定是会被管的。对，这椅子不拆，我是觉得能多多少少，其实你能浪费到监管的一些时间。对的，你的淘汰进度是，反正他总归能开2阶的呀，对吧？你就算在拆椅子的时候被打了，你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倒到海边去。没错，这就可以体现出飞行家的优势了。飞行家补掉的机会非常的快。是，哎，接下来救下来之后，只需要弓箭手来搏 OB 环，把5台机全部开掉。是，没错。弓箭手大船上也已经起死了，这一波大副只要救下来，一定会有弓箭手 OB 的时间，就别让自己双倒。这里次也是尝试命中，结果一下都没有打到啊。是的，想把他失乐园直接打出来。没错，那打出来了，这一波是可以直接掏，打到了针对刀。没错，现在人要往大船方向靠，刚好可以让星焰接手上班，大副再去补掉93的那台遗产。想直接上去找弓箭手。看一下他们准备倒的位置，是想倒在这个窗口啊。如果说能够，这边看能不能再续一个盾。是，续一个秒盾，那这样射下来的话是有机会能够直接触发的。中了1次，但身上还有飞轮，飞轮还是能避免一次自己的。对的，这里是秘弩的同时吃刀了，还是有点亏的。他的秘弩直接被吞掉了，身上是叠不起那个的。这个撕裂值啊，这边的龙骨弓其实都还在。你现在要是敢签的话，他龙骨弓就直接给你射下来。是的，而且求生者也很拼啊！哎，一个秘弩再次撞到障碍物。还好龙骨弓是命中了，把撕裂值给叠满。是，求生者也很拼啊！弓箭手还在脸上，他们选择了直接通电。你现在只能挂这个园丁啊，因为你再不挂的话，园丁就要起来了。弓箭手现在想要直接冲门，来得及吗？大副现在是还有块怀表的，其实可以帮忙扛伤。看一下地窖的位置，在双11比较远，想直接射中核心。哇，他离门很近了，能中吗？没有核心，打到吗？打到了！第一局直接完成3跑。这个拉的时机不对的话，是有可能直接吃4次的。这把对他来说需要保平，那么前期的第一个人挂飞一定要淘汰这个，不比弓箭手小，对吧？你要倒在海边，我就守着那个椅子其实就行了。没错，那双方决点也是很接近啊。小木屋只是园丁换成了古董商，如果携带窥视者的话，好，进入比赛画面。这把虫群先往中场，想看一下能不能蹭一点能量，但是没能蹭套，人家还没过来。是，这一波也是真的来找磁铁了，一样的地下室刷点。是的。其实第一个一样去海边牵制。对，第一个窥视者插完的话，他的一个 CD 还是比较久的，没错。所以如果说转到海边，哎呦，第2个4次直接命中，云门直接拉板，拉开点身位，地障碍物。那其实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丢4次的，但是打到了一个木杆上面，这压迫非常的强啊。对的，这里2个4次也并没有命中，但是这把他携带的是张狂啊，其实。如果说能有机会先拿到了一个普攻的话，还是挺有优势的。但磁铁这里反应很快啊，对的，回身一个扫视，哎呦，翻板的同时命中了，也开掉了自己的1阶。定格刚刚也是刚刚过了嘛，所以说没有办法拿这个飞轮进行规避。是的，连续2波机关消，打出了10秒的子歌。这边也是找混能视角个灯片。是，哎呦，还是没有中。这一波如果中的话，是有机会飞轮抵消这波伤害的，但是真九后面的几波4次一直都没有命中。磁铁是把道具全部使用完，这波飞轮没有交出来去翻窗。对的，这飞轮用不了，飞轮其实就算用了，女王峰的一侧还是能跟上打到这个隔框刀的。对，
这把的密码机其实挂上以后节奏是差不多的，但是可能就会少一个最后 OB 位去拖的那个10来秒。对，密码机也是个近3台啊。没有携带通缉，但是还是拦截到了空调的飞行家。等下敌王小船到了，木屋的密码机需要给到飞行家，让飞行家能直接来进行破译。没错，这边还是强行交了一个喷气背包啊，怕身位不够，也直接拉开，而且直接冲着小木屋补一个窥视者，很细节，防止飞行家是原地直接破译，多浪费他一点时间。他好像是插了一个窥视者，如果你没插一个窥视者的话，这个飞行家上手就直接破译了。这样也能稍微延缓一点时间嘛。但第4台、第5台其实都已经在破译了。大副这一波卡淘汰进入得卡得比较死，但是没有回光返照又没有 OB 位的情况下，感觉古董上还是有点难活到通电的，比较难，手上没道具了也。得先用热沙风球想排一下大副的位置，能找到，先摇了怀表，不太好命中。对的。密码机还是不太够啊，这里4次继续丢，普攻也没有打到，能量开始涨了，要不要打一下呢？4次扎，哦呦，一个无伤，还打到了大副，到了，是的，能量现在也不够，所以说你现在能量还得吸一些才能，哦呦，直接使用了一个热沙风球，但他现在也有窗弹啊，窗弹能进入到板区，而且还有飞轮啊，飞轮顶掉一波4次。再规避掉，哦呦，被迫切成闪现，想赶紧在开门战前挂飞，还没有挽留，没有挽留，外边幻灯师可还有个化险为夷。那现在把人挂飞，其实密码机是能通的呀，能量能通电，对。他们现在就看他们要不要去打抢小门，然后让幻灯师这个化险为夷来去打一个强行套出门这么一个打法了。确实可以这样去争，但真九现在明显是要对小门先打个针对的，不管你小门是谁，我想着绕一绕，找一下空调吗？还是回头了？不过他应该是没带爆木的，如果说带爆木的话，他有可能第一时间就会往海边去找飞行家了。现在脸上留一个大副。这个位置其实离地窖还是比较远的，大门的地窖能量不太够。现在继续派虫群先黏着，这位置黏住大副，大副是很难走到大门的。对，前面加一下你进木屋的点位，一个抽刀还是达到了。那鳞次有一定的身位可以往大门靠了，但没有人能帮他。是，他主要是现在没有道具了，一波反走还是被逮到了。只要再中一个4次，就可以击倒。看一下鳞次的走位，只能吃普攻。对，现在其实真九拖也行，他就拖到自己的反补 CD 好了，拿一刀，然后再把虫群架到大门。鳞次还是不太好走，吃了个普攻。现在这边幻灯师还能给大副一个跟片，但幻灯师现在直接走了。对热沙风球的长直接走地窖。没错，还是被架在了板区内。我是觉得走早了一些啊。这人其实位置他还并没有明确到，我确定能站在这个地窖上。是的，是的。其实如果这就为什么我说他在这个赛季他游刃有余啊，几个角色熟练度都非常的高。没错，而且这把天敌幻灯师也不在了嘛。那其他人我稍微赶一赶，只要我放弃封禁一台密码机。对，所以他还是选到了2战啊，这样可以把终点的密码机封一下。选择2战，先赶一下气象，赶一下气象，万一找到你这边咒术师的机会的话，可以转头。一样的，还是往桥上先走。没错，赶一下气象。这样的话，第一时间可以放个击球点吗？不放。他没有选择从这边当一个起步的击球点去追边上的人，那要是直接追气象了，后面等外面破译了一定的进度再去回退。咒术师莫斯也不管了，就我知道你是过来抓我的，我还不如直接上来直接进行破译啊。没错。想找空军，这样子去找空军，那也可以吧。把鬼屋的也稍微回退一点。那前期等于是只干扰到了气象一个人啊。2楼等红光，然后再翻下去。好，利用退杆。不过这一波还是不太能跟得上。来气象，闪现还有10多秒才能好。一个反向下板，再次触发自己的一个反弹。是的。双板也是直接下，让降温者这边的关系，等等空了，枪这边的话没躲掉，好，
这枪要是躲掉的话，这一刀还是能跟上的。是的，是的，这里真是有点太自信了。他其实是没有空军视野的，强行闪现过来。哇，好惊险啊！感觉已经是站到一个箱子后，但是他的这个瞄点呢，让这个枪还是往左边偏向一个拐弯了一下吧。对，达成了命中，主球成功命中。还好这边是击倒了，能挂在这边的金教屋废墟。还是万幸啊！是的，这一把佣兵也是提前过来这边啊，怕被留起点3连。但是鬼屋那台密码机它其实不太好破开，因为前面是被回退了一波嘛。对，佣兵破译完，这里可能要再被续上一些击球点，看一下真9怎么操作。对我继续回退鬼屋的，我中点4连我留不成，那我留起点3连也是照样可以留的。金教屋的密码机等一下还要再倒退。佣兵现在的救援也没办法，只能就是说牺牲自己的状态，换一个化险为夷。没错，然后让空调带离鬼屋的这台密码机。是的，跑下起点，看能不能倒在一个破木马吧，破木马的位置，让监管者挂在那一边，让气象再过去救援一次。放一个主球，稍微干扰一下。然后这里想利用惯性强行把人给举回去啊，真的是，气象是给佣兵照了个暖雨，这样等一下再救援一波，你佣兵也是个满状态了，可以直接顶着压力，我在金将屋这边进行破译，让监管者过来抓他的时候，也是面对个满状态的求生，到时候他也能牵制一段时间。是的，但因为淋雨的这段时间他没办法破译嘛，所以那边的密码机一直只有20多，一个强风，我换了个主球规避了一下，不让无伤。没错，但这里小白，气象瓶倒是好了，但可能想用着一会儿来保一下自己，或者说给自己一个暖雨，给自己留着吧。他这个暖雨不太好用，因为你现在化险为夷，他是没有办法收集这个雨滴的嘛。是。空调转的一个方向，看一下，应该想让磁铁来稍微拖一下时间了，至少保一个主球嘛。如果能浪费掉一个主球的话，后面追别人，但这个主球是没有选择放在空军上身子上面啊。飞轮有没有机会赶过来呢？磁铁能贴过来，垫了下来。是的，但拖不了太久啊。第2层猿猴奏像应该是拖不出来了。那这波 OB 也是非常成功的，能够让鬼屋的密码机开掉。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剩下3连了。现在再赶到鬼屋，不过小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看一下这里退杆没有排到小白的方向，只能被迫追凌次了。凌次还有3个护腕，这一把他是很能扛压力的，太能扛了。身上还有3个护腕嘛，刚刚也是使用1个，还剩2个。对，加上自己还是个满状态，一个主球架住板的位置，成功抓到了。其实这一刀其实没有什么大碍，他现在不能往注射旁边那边去带，你要一旦带了，监管者肯定是我连带着锁密码机，然后达成一个换追。对，但他已经被锁了。现在，哎呦，闪现还比较着急。这一把真就2个闪现是完全没有收益啊，就非常大胆了。是的，可以把佣兵打倒。拿到这一刀，先远离一下帐篷。现在他得尽量拖一下节奏了，保证自己能不能在开门战去把这个闪现争取给拖出来。周叔现在其实可以过来贴了，气象那边密码机也已经接近到80%了。关键佣兵也是有回光返照的。现在周叔救完人以后，一会儿甚至有机会能够把这个猿猴奏像给斩一斩。别震慑，强行回退一下2战的密码机。是起点的密码机，看一下来得及吗？想找密码机能压好就直接通电，对，桥上的人也救了下来，佣兵直接回到满状态。这里可以捏一个陈云坐车，还是个3级员，反在先下。躲过了主球。是的，先绕拖你的时间。哎呦，这里退杆来不及啊，车是能坐的，但是可以到2站去等。是监管者这边先到啊，站台灯也没有人点。哎呦，这里又骗一刀，不过还好，这边是坐了车，你还是有一定的 CD 的，没错，来得及出下一刀。那最终也没有时间再去管终点门了，成功保了一个平局。对，现在保证了平局好处，我们其实一开始也聊过，对吧？它能让佣兵在外边，我能一个人救2次，只要你上来别直接双倒就行。确实。
甚至自己去救的话，他也能保证少一个半状态的。追心理、追幻灯这两个角色，其实歌剧都比较偏好抓一些。是。佣兵要不要点这个站台灯？其实现在好进入比赛，直接冲着起点去了。那看一下星焰的心理，这应该是打算先绕一圈啊，把这2块板消耗了，再考虑上车。对。不过佣兵那边密码机是没动的，他有可能说是去帮忙点站台灯了。这里能吃一刀是能将碎碎安他在之前布下那些影子没办法利用到回速，对吧？没错，加入到一个2战。狗狗那边确实是把站台灯给点了。对，这样的话心理是可以直接到达3站。碎碎安在移行好之前，他得被迫赶一段巨大的路。这脚可不能滑呀！这脚滑了会很严重的，你都到时候可能不知道这个心理往哪里走。是的，是的，就很考验他的一个歌剧基本功了。对。在月亮河的一个跳跃熟练度，还是脚滑了一点，但也还好，已经看到人了。是的，能看到脚印就还行。是，这一波星焰也没有选择直接进到站台里面去牵制啊，反而还想利用外面的板区再玩一玩。他这把没有带弹射，不太好拉距离。对，只能交出自己的一个主观锚定，拉到了双窗。想回身断一下隐月，也确实成功了。那这里要不要直接交移形啊？移形，交移形再架回3板。他这板区能不能盖到了？哎呦，一个反向倒车，熟人度非常的高啊。没错。但是佣兵也是因为前期的一个帮忙点站台灯，他只有30的密码机。这边的板区太短了，很容易被监护者就是说藏红光骗到。地下室已经看到是在金教屋了。是。看让谁来救？幻灯这边是没有带化险为夷的，所以说一定不能让幻灯师来。这幻灯师应该是直接去破译鬼屋板区的密码机了，可能是让病患贴过来，病患已经交了一个钩子。是的，伊森已经跑了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打一手提前拦截呢？这个状态调还好，选择直接打了，是没有打算去搏震慑，就稳稳的打。我打完，反正一会儿剩下2个半状态，对吧？我都有机会能追，着急这节奏。哎，不过医生这个位置可能要被逼一个钩子啊！哎，他们俩的一个走位，这个走点重复了，有问题。其实是的，2个人都往鬼屋方向靠，反而给到了一个双倒。那碎碎安的多抓面来了。就假如说你这边的话，要想找一个好的导点的话，其实，在金教屋2楼的话也是挺不错的。反正你幻灯师这边是个满状态，你真要过来找他的话，佣兵我随时进入到金教屋，我进行无伤救。是的，是。现在本来病患那边是可以直接去破一台新的密码机的，那现在看下来的话，心理是一定活不到圣人开门战了。对。看狗狗稍微拖会吧，他得去拖病患的一个志气。那碎碎安也知道你绝处逢生自己教过了，我开门战可以拿你来当那个针对目标的。是，因为鬼板的密码机在抖动，脸上2个人，病患一定是交了这个志气。密码机差了1台，现在心里也没办法牵制，只能往起点进行一个倒地，对吧？让你牵的时间变久一些。是的，然后穷者得利用这个时间让佣兵跟病患去进行一波调整，还得保佑一会儿那个碎碎安通缉不要通缉到他俩了。如果通缉到的话，就直接能去节奏，因为这个地方离挂上椅子并不会花特别久。看一下，已经在调整了。那我记得是有摸上了通缉的呀。这个通缉一旦要是通缉到他俩，通缉了谁？通缉的是佣兵。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接人传吗？还是说是走过去接人移形？他想先往那边贴，穷者这里应该是可以摸起来佣兵的。摸的是病患。对。这病患先回到满状态。那没关系，我抓佣兵其实现在也可以接受。对。如果说硬找病患也可以，等会儿要接移形。哇，超远距离的一个移形，移到了狗狗脸上，还有最后一个护腕了。那密码机也是接近4台，看一下求生者们直接打中。桥上的密码机是86的，现在只能让幻灯师在外边新起1台。没错，这2个人可都是没有带火光反照的。是的。而且现在关键点在于，我知道你病患没有绝处逢生了，对，开门战我说不定针对你去打，佣兵还有一个护腕没关系，对吧？你救下来，我只要保证他不回到满状态就行。没错，病患现在他需要将时间拖得越久越好，因为现在密码机并没有压好，他现在的身位呢，你也有可能会被监管者直接找到的机会，我将你架得很远，然后回溯我还能再抓到你后边的钩爪落点，对吧？我再打第2刀。因为碎碎安是看得到桥上的密码机通电的，所以他准备来这边排一下，确定桥上没来，那回溯到帐篷
也没有敢追得太深啊。能找到吗？现在回手的话，密码机就能贴过来了。对的。哦，耳鸣起了，能排到位置。这样的话，虽然其实开门战也能拖出自己的传送啊。对。所以他没找到也能接受吧。他接下来不能着急打。是。他你等一下。 看一下，先去追一生，那就直接亮。对，一生这里没有回光返照，一个钩拉到了外围的一个地方。但这样的话，其实他一会就算传送拖好了，佣兵是满状态啊，他没那么害怕的。也是一个稳平局。所以说刚刚还不如就是说是我接着拖一拖，把自己的传送拖好等等，想摊一下佣兵，想将佣兵摊击倒之后，你病患如果说是敢点这边的终点门，我就到时候传送再抓你。没错。 现在楼梯下面放一个影子，狗狗想回来，但是回不了了。击倒，但你现在没办法直接管终点啊。是。佣兵已经在往起点冲了。对的，他这里必须得把人挂上，以后还得逼走换灯啊。所以他这里人是不太能挂的。哎，要挂吗？要挂的话也……哦，这边是挂飞嘛，前面是卡满的。 前面是卡满的，然后病患这边并没有赶着，就是说是我接着破一点门。如果刚刚如果接着能破一点门的话，这门能点开了。因为其实刚才这么快，对吧？他属于跟杂货商对吧一脉相承的角色，确实了，都是偏向于保下线。哎，这个角色只要击倒人之后，他是不怕前锋的反制的。北围墙就可以直接抓这个幸运儿了，幸运儿来不及摸枪，这个点。现在就看他上来这个许愿的道具到底能不能。 在这里直接放出了第一只猫，对，冲着大推的幸运儿方向就去了。一生手上的幸运包裹还没有开，哦，开到了护腕，护腕倒还好，因为其实他牵制别的监管者，可能还是怀表更有用嘛。那你打死图安的话，这怀表反而不敢开了。你开个怀表，你不如橄榄球。那这个护腕有点明显啊，让监管者这就直接看到了。确实，这弹簧手。那第二只猫也来了，看一下，已经。 给上了一定的激励啊，让幸儿有一个加速可以使用。这把幸儿也是携带了双弹加飞轮，先知道了木屋，但这一把到密码期了。这哦呦，直接撞！这把他的一个路线，说实话还是挺干扰队友的。一波翻窗反绕回来，不想让一生走。这里有没有机会骗到呢？翻了个窗，还有护腕的护腕底提前弹，哎，打断了。 这波交流，我觉得交流不太好。他其实有护腕的，可以让幸运儿自己直接弹走的。对，我觉得这一波其实还不到前锋非要撞的那个地步啊。对你还是带一个单化血兵，你要是个飞轮或者说是什么双弹前锋的话，我倒还不说什么。哎，这只猫咬住了，交了好多的球，还是被咬到了。它没有拐弯，它是拉了直线。对你现在密码期不够，我直接跟闪其实就行。对的，闪现还在，前面想稍微拖一下，猫也掉了，直接闪现打倒。这密码机只有接近2台啊，2台接的是完全不够，因为你幸运儿在前期的时候是干扰到2个人的，对吧？你拉队员密码机他不敢直接上手修，对，还有就是前锋也是直接被干扰到进行一个换追。关键是唯一的 OB 角色也已经上椅了，就看一下后面要不要来打叠基地那一套了。拉队员的位置还是比较近的。这把唯一的好消息是前锋是有回光返照的，但是坏消息是他不知道能不能活到这个通电的时候。对，一个先躲加速，先躲掉第一段猫，但这里不能给 A 音乐的机会啊！哎，还好救了下来，但 BOSS 可以摊一下双倒，对，跳过来，但是不想摊拉队员，怕前锋跑掉。他也是给到了一个沉默吧，让前锋这边没有办法继续被叠基地。这样的话，拉队员就只能被迫走了。花园有一台50多的遗产，哦，这只猫有点着急，但没关系，指引还是有机会能打倒。不过稍微多拖了一会儿，走不远的。哇，幸运儿那边又是摸出了半颗球。对的，这橄榄球没有信号枪的话，那这个人我觉得不如考虑说算了吧，把他给放弃了。对。因为你没有信号枪，你把它放弃的话，保证穷者都是满状态，然后去3个人打最后的遗产。那这2个人还是换位了，斗牛士已经贴过来了，救与不救，现在就是在他的一念之差了。是，如果还是想救，对，选择救的话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看一下骤停操作，这里有 A 音乐的机会啊！哦，还行，主动是穆莱塔基撞到了这个猫上，再晕下波还好，能救。第2段比较短，穆莱塔基拉走，没有给到双倒的机会。对，那虽然猫是刚使用过啊，
看一下星烟在大推这边能不能稍微拖一会儿了。外面毕竟是有2个半状态的人，很难拖，倒在角落吧。一波头铁过板，然后让斗牛士跟拉队员那边进行一波调整。拉队员斗牛士2个，但是你们这波调整的话，花园这台密码机就还是开不了。对，好像能摸起来2个人啊，能摸起来2个人就完全不亏了。这样的话也是3个满状态的人去打后续的节奏。一波传送直接找到了熏儿，这里一个护腕交出来，再往大房方向转，指引封住前路，一个飞轮能强行翻，木压的一个普通攻击。对。 再接一个反弹，使徒出刀还是比较慢的，现在还剩半颗球，还是能直接牵制到小门的。还有半颗橄榄球，对。那这样的话，密码机是有机会拖够的，但是对于碎碎来说，他追了这个熏儿是没有国王反照啊，开门战也有可以针对到的点，所以接下来密码机最好能直接亮。是。要砍手上手破1了，医生可能得考虑焦点道具了。对，这样的话，碎碎安的传送也拖不出来，半个球底拉光。 直接把道具交完，这猫只要能废掉，他现在密码机就能压好。哎呦，但这边刚好有一块板能够夹住，好像还是能有个终结的机会啊！这波猫跳能直接晕到吗？哦，好远，看一下，先沉默，好像还是能跟上。对。看一下求生者的这个走位，应该是不打算救了，要考虑直接开了，只能直接开，没有带国王反照嘛。还是想再试试吗？想救。 想救的话，拉队员又从小门再次拐回了墓地啊！看一下，你赶过来救，就会给到监魂者他有个很大的3抓面了。对，这样的话拖出了传送啊，拖出了传送，而且有机会打星娥的针对刀。是想让骤停救完人以后，直接把星娥给带走，然后强行开，应该想打这波配合，必须要直接亮。对，直接通电。先抓斗牛士。 不过这块板子还得处理啊。骤停手上还有2个木乃塔机，还有斩不招引。是的，这斩不招引，他就拖时间啊。等你这边哦，能抵消掉这一只猫。哎呦，卡到了一个南瓜上，木乃塔机躲掉了。回头一刀也是的，击倒。这里看一下传送还在手上，但迅儿已经到达了大门，意思有点距离啊。你挂上的时候人已经出门了。对的。 那从这个结果来看吧，我觉得其实2边都能接受吧，因为对于 ACT 来说，他们前期的节奏是比较炸的。对。那最终他拿到了这个平局，对吧？我是可以接受。那反而，毕竟杂货商跟史图安说是保下线嘛，但其实整体打下来，如果前期节奏比较差的话，穷者也是有机会争3跑的。加勒穷者如果说争到一个3跑，那么选了小门，小门就直接抓这个医生了。是，医生还是比较近的。而且医生。 前期也没有什么太强的拉点能力，对吧 ？OK， 这个地方也是小门，直接先吸一手藤蔓，然后再往中场看一下医生会不会提前拉走。不过他好像想找的是木偶师吗？木偶师在中场。想赌这个木偶师是个单搏命。哎，这样的话，不管他是不是单搏命，反正能闷掉一个化险为夷，总归是好的。对，这里还在找人啊。 我第一时间没排到啊，貌似心里好像也没排到。心里是反向拉到了小推，耳鸣还在，也藏了起来。哎，不太好找。按照习惯上来讲啊，以及这个心理上，不太会认为你这个心理感往我自己这边的一个来时路这边去找去藏。那这里耳鸣掉了，前期其实逛了很久啊。不过至少杂货商算是能够储存技能的角色嘛，对，也没有特别亏，就当做慢慢攒点东西吧。那现在还要再找吗？ 又去找，兜兜转转还是要找这个木偶师，还真是找到了。他会发现这个木偶师是携带着双弹的。这里先开一个门，哦，碎石逼出了第一波的路易，没办法缠，也是直接下。对，这里有一个闪现打你半格状态的机会啊，先缠。他是主动卡墙。 主动卡墙想骗一下磁铁的第一个路易，哎呦，不能翻了。这个碎石一旦命中就不能翻，你再翻的话就直接倒地。是。哎呦，但是他刚是不是笨状态啊？对的，还有一波路易的机会，没能按得出来，让监护者抓住机会了。是的，是的，是的。监护者抓住了这个时间，他其实前期已经逛了蛮久的。如果说磁铁的一波路易能够再按一次的话，可能要接近3台密码机了。
当时那个窗户碎石，如果说能躲掉的话，他就能强行翻，哪怕你打到一个隔窗或者说震慑，他都是能利用这个窗弹加一个加速，我能直接跑开的。确实。那现在守墓人过来有一个震颤的机会，震颤没有直接掏，还骗到了碎石，救人很稳，稳稳的救了下来，手上也没有藤蔓啊，这是再次逼掉磁铁的一个路易，马基已经3台了，没错。但是问题就在于磁铁这把是刚好是唯一那个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人，再拿一刀，选择倒到小门的角落，外面也没有一些 OB 角色了，而且面对杂货商的话，后面要硬打团吗？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点。硬打团也只能医生过来帮忙扛刀嘛，堵一些位置啊。对。现在是没有下一个化血梅伊了，你第2个化血梅伊是在木偶师身上的。是的，所以说真真9这个打法的话，他是打对了的。打红光稍微骗一下。不过对于杂货商来说，看一下这里是想直接出刀，碎石震到了，空调要不要原地扎一下呢？成功杀回了半状态。扛刀，闪现，哇，好果断！闪现直接再次击倒磁铁。对。趁求生者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心里是在给守墓人进行一波移情，这样的话还是能够回到3个满状态的节奏。对，你现在闪现也交了，你没办法直接利用传送去找这个心理嘛，是，所以现在心理可以放心大胆的在外边进行破译。密码机的话还有3台遗产，对的。不过你想续医生的节奏，两个人拉扯，对，还是会比较难。现在医生跟守墓人2个人其实可以把你监控者直接锁在这个墓碑的这个深处，对吧？你要敢走，我就直接破译；你要是抓我的其中一个队友，另外一个人就是上手去破译。那你要如果说跟这2个人我就一直僵持在这里的话，我心里可以在外边我再找一台新的。没错，大腿已经在破译了，想找守墓人，碎石，但是打到了铲子上，还好没能打断。再开一个门，给自己多攒一点充能。这样的话，窗口有没有机会？可惜这下没有命中。那密码机也是越来越多了，墓地马上压好了，而且凌次他是有回光返照的，还有2个铲子。哎呦，凌次现在的表现真的是稳啊！是的，那现在强行带走，想贴大门，真9这里应该会把求生者全往小门方向赶啊。对。不过不去吗？不去管，他想先把墓地的这个医生给处理掉。有点犹豫，是的，不知道自己该选谁。但是现在他不论是抓哪一个，他都没有办法秒解决掉啊。这里是没有飞轮的，有没有机会？藤蔓，哎呦，歪了一点点。对，躲掉了藤蔓。这里牵着一段时间，大门其实就能破译开了。是的，手上也没有飞轮，那就直接往一个最角落的方向倒。是，一针9挂的稍微慢一点。这把不出意外也是握手言和。对，互相保持这个平局。2个角色都是比较偏向于保下线的嘛，这把甚至节奏来说会比上把的上线，还是相信自己的熟练度啊。对。艾维在追击上就比较麻烦一些了。这阵容其实就是没有明显克制艾维的角色。入殓在旁边，但明显不是他的优选啊。肯定会去找一找像昆虫。对。看一下真9，先把医生是往入殓师的方向去安排，想干扰一下密码机。对，本体再往中场靠。这里第一波是能干扰到2个人啊，直接选择传了过来啊。那也是直接选择追入殓师了。确实，甚至都没有给外面桃大师什么的去安排一下技术的逃骗。哎，真想试一试。那外边密码机破译的可就快喽。没错。毕竟大房那个地形，感觉入殓师是能够绕蛮久的。对。直接走的楼上，本体吼尝试一下，这里传了过来，因为火灾刚才是没有第一时间出缺啊，所以身上的一个侵蚀值还是蛮高的，89。但2个人现在有点碰面啊，还得给火灾让出身位才行。就看医生的下一波易主本相能否命中呢？有一个翻窗的机会，吼到了，100的你再补一下，哎。等等，这个气他现在一补的话，你就不舒服了呀。是的，所以还是得被迫打掉。刚才为了补那一波
本体的易主本相，所以给到了小白一个拉扯的机会。这不就坏了事了吗？旁边这板子可还没下。那接下来只能考虑怎么闪现开刀了。感觉有点炸了，得闪现开刀完，然后让伊斯人跟上技术，才有机会秒掉。想接个反弹，拉开。伊斯人现在在跟，就看伊斯人附身完这一波吧。他选择直接先传到了想拦，对前面，把气囊回收一下。92啊，再一弹走，再弹一手，哇，这个回收气囊也是让自己成功再次牵制啊！只要入殓师那边密码机虽然被干扰，但其实前期的节奏已经很不错，有窗弹。这还有个窗弹，能来得及进板吗？好像有点极限，哎呦，进去了，真的有点急了。就上一波那个侵蚀度卡满了以后没拿到刀，真的让真9有点着急了。他今天的这个闪现，每一次闪的都想要快速拿一波刀，虽然这刀拿到了，但是他拖时间已经拖了个20-30秒了。是的，而且那边灵柩已经画好了，马上准备好可以反生了。这边挂上都已经2分半了。是的，是的，这个前期追击的节奏确实有点太糟糕了，对真9来说。想要先救，不着急先反，没错。应该是救下来拉一波拉一个远距离，看一下能不能让小白吃出精神技术。如果说能够吃出这个技术的话，反生以后呢，那么小白那边就不会再被技术了。是的，就可能可以多活一会儿。他灵柩那边位置密码机其实还没能压好嘛。没错，那这里吃完技术以后，就可以考虑要不要倒地直接反了。我桃花大师这边还留了个被动啊。没错，无伤完，下一波还能再扛压力。这里如果说入殓师能够把自己跟灵柩的位置稍微分开一点，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对的，但是并没有拉很开啊。这里真9可以考虑直接技术他，一会就算你反生了，那边是有陶片可以传回去的。哦，重群来了，还在，但这里是本体吼，看一下还有机会吗？2下直接打掉，这个打的进度还是不太够，只是拖点时间。拖点时间也是能接受。对。找了过来，先传过来，但是并没有打这2个人，没必要拿这一刀。你拿这一刀的话，火灾就可能跑开了。对，但是小白手上已经这个气囊还是差一点，并没有能够回收到。那这刀还是能跟上吧？前面同样很极限，能进板，极限进板，再一个板弹，让自己拉开一个比较不错的身位。大房的封窗还能再翻一波，打断吗？翻过来了吗？没能翻过去，成功打断。这里差一点点啊！如果能躲掉这一口。易主本相，他窗弹触发真能活到4人开门战。对的，虽然这个窗户它是裂了，是因为刚刚他打断了，他连翻了2次，所以这个窗户才裂掉的。是的，是的。如果说是上一波裂的话，它其实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不用翻窗了，他可以直接冲出去了。是的，窗台就直接用上了。那现在密码机已经压好，看一下求生者开门战的一个安排啊。桃大师还有被动，那入殓师那里手上是有飞轮的，有机会能够稍微牵制一下。3个人现在1人贴1扇门。空调的昆虫是准备站出来去顶住这一波压力。这里会有点危险啊，不能给他落地刀啊。现在直接拿刀。不过虫群这里送掉了2波啊，看一下开门战道具够不够用吧。陶大师还是比较自信啊，因为他被动还在，所以也是硬点这个门。比你传过来。这样的话，昆虫再给一个技术。现在求生者就是要考虑怎么拖掉真9的这一波挽留了。是的，拉锯战。空调的虫群数量还是蛮多的，这里可以跟你拉一波马拉松。现在那边的门底直接贴了呀。哎呦，飞轮预判闪现，但是真9还是意识到了这一波。把人挂上以后，对面的门看一下，已经是来到了60多的一个进度，能强行点开，应该是能开的，应该是能开的。但桃花大师好像貌似能在门口留个陶片，真人9是不是能抓到一些机会呢？哎，疑似人没能抓住，那这样出去了之后你拉不住了。是的，那这里如果再传磁铁的话，就磁铁有飞轮啊，对的，很难被留下了。他是能早点留那个陶片的话，他是有机会。对，不好躲呀，但是没那么多好地形，对吧？你要是像女王封的这个是4，对吧？我躲掉了1次，那还行。点吧。
这样的话，法罗也是可以利用自己的双弹先绕几圈。但是蜡像师处理这个地方，他也有机会能够把板子、窗子。OK， 看一下水川这个位置，先往中场赶。哦，还是想找一下法罗，但法罗这边是跟我们想的一样，直接想借着窗弹去往大房，就利用前面的一个长窗。这能给窗口上到蜡吗？好像没能上到啊。没有，甚至法罗身上也没有被上到蜡。想反绕，封个窗反绕。这边中场守门人可以给队友爆点。没错。 这波反绕也是没有太好的效果啊，还是要被追比较远的一个身位。骤停还能给自己来一个反弹，实在还是有经验的，也是避免了法罗女士去大房嘛。是，不过这一波其实路上还是上到了挺多的蜡，上了50多，能续上吗？剩下量400，前面板还在绕，哦，续上了，没有掉这波蜡，那还比较舒服啊。窗台现在还剩2秒，想直接拿着刀。 哦呦，直接翻！还好，这个移形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也没有 A 晕的机会。骤停会给到吗？没有给到 A 晕的机会，但他也能接受。不是在80多的蜡像能给到你一刀，是的，要不然后续直接被秒了。而且关键是骤停这个位置有机会能拖出下一波的隐匿啊，能把自己的隐身拖出来。来了，下去手上往外交，哎，这里。 这时候往外走的话，就不太好去骗到了。这也是能看到一个角色克制啊。是的。那其实密码机也是来到2台半左右，前期的一个牵制算是比较不错。化险为夷可以来救。不过中场这台守门人的密码机可能要被稍微干扰一下。现在的情况就是看一下有没有3连这种需要提前带走的地方。 医生是没有化险为夷的，他只能接着修。对，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考虑说去打一下古董商的 OB 了。拉到椅子面前，现在救援下来，要不直接倒到小房去吧？要倒小房吗？不，想倒在角落。往这里走，但是想要牵制啊？想牵制吗？应该不太有牵制了，这个位置。 不对吧？你这里要是牵制的话，反而让守门人不好修自己的密码机了。对，中场这台还要被干扰。 现在又想倒回，他可以丢个蜡块再进去挂人的。对，但水川哦还是丢了，要丢的，球员度非常高。你的密码机现在修不了，你就没办法去接替那边的古董商的密码机，所以现在这个骤停的下来的这个走点，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要不直接果断的往那边的小房去冲，冲到那边古董商，我更好救援，不会影响到你这边的守门人，我密码机第一时间破译不了。是。 那这样的话，等于中场这一台永远开不了了。没错，你就挂在椅子边上，反正我至少等到你挂飞以后，才能让你有碰着密码机的机会。一直守着。星夜也是贴了过来，手上带了飞轮加化险为夷。还好现在没2阶。现在蜡给的非常多。哎，这打椅子了。哦，那就少这一刀啊。是的，少这一刀开2阶，不然。 打到这一刀的话，后面古董商蜡非常多，他是很难去 OB 的。现在可以一直跟爆了，帮你卡住这个点啊！对，你看打古董商，那他的人就跑掉了。你打古董商，那法罗拉走，然后古董商给你上3棍。是 OK。这里看一下，先给1棍，接着帮忙扛吧，毕竟现在也已经2阶了。是的，99。那这里把火蜡开掉，想直接喷倒星夜一个飞轮规避掉了。 是的，最后一台密码机也已经80多了。法罗是有带火火反照的，这个地方用火蜡来击倒，要不要等一等呢？等一下自己的火蜡 CD， 还是选择用普通机打倒？没错，当时救下来那一波，他其实没有补一下蜡块去封住中场的密码机啊，而且关键打椅子太难受了。这刀如果没能打椅子，提前有2阶，他就也能更快的绝这边的法罗。 还是把骤停很快的处理掉了，离椅子的距离稍微有点远，登龙门那里只有5成。了幽闭恐惧，现在可以给古董商让出身位，你现在下来的话，我给你机关销就行了呀。不过下来可以丢蜡块封门，没错，很快的一个蜡块直接封上。那这边也是找到目标，对，没办法。 75还是少，如果说是9成的话，古董商下来能直接先给个2级机关销，能硬点开，他的蜡块不好丢。没错，不够。那这个距离想再走门的话还是比较难的，我感觉这把可能也要继续保平了。先点上2消，这里来得及喷吗？哎呦，慢了一点点，但是不好跑，还是能够直接喷倒。穷者这边手上也没有那个化险为夷了，
这个人应该是管不了。没错，那挂在角落之后，也是2个人直接完成逃脱就行了，对吧？也是保个平。双方来到第4局了，还在保平，一直在平啊。手上也没有传送，那医生也是成功点掉了闪门，可以走了。刚刚如果说啊，我觉得有没有机会，就是说那 ACT 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顶着非常大压力的选择。对，就第5局了，你放跛脚羊，你要是被对面给多抓了，对吧？那你可能回去你要承受比较选择在甲门，是甲门方向。这样的话，玩偶是有机会能够放到这个轨道中间的，所以。OK， 这里是冲着甲门先去了，医生再往中场拉点。骤停的玩偶已经放到了双11的这么一个位置。那薛传这把肯定是要冲着这个机械师处理的。这能找到这个娃吗？好像藏住了。这样的话，骤停完美的拉到了墓地啊，可以很舒服的不去干扰到外面的遗产。我藏的刚刚好，但碎团这边好像觉得你的娃娃应该就是在回头路上。对他，因为耳鸣断了，所以他想回来处理。那你这里找可费自己的时间可不少啊！哎呦，他在 S 版里面找吗？找的方向还找错了，那反而把愿力值给快找满了，催火马上也好了。对的，娃现在也出来，是愿力值满了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因为其实对于跛脚羊来说，每一点愿力值都是时间在跟时间赛跑，早用的话你可能更早拿到伤害。OK， 一个围龙，拿到很快。他现在就选择了怎么说呢 ？Plan B 对吧？我没找到机械师，我带着兴奋，顶着兴奋来追咒术。对我下一个笼子只要照到你 ，OK， 你这个兴奋就是很针对星焰的一个选择了。这兴奋要8字走位的预判的很好。对，没有想交，再补个愿力值，然后直接击倒。一个飞轮骗了出来。哎呦，这兴奋是想留给苦丑吗？他这个意思是。那这里连续掉2个笼子，有点亏吧？时间有点久了。对他现在的这个咒像还能再用一次。对。到第3个笼子，他终于交出来。他其实第1个笼子他可以考虑直接交的。其实早点交就能完成击倒了。这时间拖得有点久了。主要是玩偶在外面啊，这一把的密码金是只多不少的。而且这把咒术师下来还是可以2次牵制的。或者说碎碎安他有没有可能说想把这个兴奋留着防2-6啊？又有可能是这种感觉。这个围龙废掉了。狗狗这里卡头来进度卡得非常好，还想再多拖几秒。你现在打他的话，其实狗狗完全能接受啊，他毕竟不是围龙刀，甚至下一波自己还能再尝试去补一下队友的遗产，因为调香师是有带化险为夷的。这里是送上了一发火箭，鼓励一下星焰。对的。星野也是看到这个火箭非常的开心，往角落先倒一倒。对，那这样的话，其实他把猿猴咒像给留到下一波啊，是真有机会能够操作的。对，等一下让调香师来救嘛，调香师到时候再补个化险为夷。是，就是我至少把你的兴奋给逼出来，然后让你没有办法快速去传送管到我的队友。咒术师他的一个效果就很明显了。想硬挂在这边的红蝶河，干扰这边的苦丑。哎呦，又一发火箭来了！再来一个减速。现在要出去管的话，他密码机还行，前面留的伏笔，因为狗狗上一波救援他是只掉了1/4的状态嘛。要这样卡吗？其实我觉得不如直接救我，然后你调香开始帮忙扛刀就可以了。哎，再逼一个愿力可以，我觉得再逼一个愿，他乔王斯那边是想干，再砸一头，选择救了。对，因为其实虽然他的愿力值是没那么多的，如果说刚才救下来的话，他没有愿力值能够跟上咒术，反而红蝶河的密码机也不太够。其实早点救会挺好的，因为你能让狗狗这边的压力它小一点，对吧？我能一直破1。是，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就硬拖到机械师那边过来扛刀，他们是能，哎呦，还好笼子掉了。是的，没有围龙。最后的愿力兴奋，哎呦，是打了一个解叉，但密码机是足够的。对的，感觉找一个交互的地方，可以直接选择通电。求者那边可能玩偶还可以贴门。看一下，玩偶确实在往墓地门走了，最后这个板子都没有下，选择直接通电。底牌还在守，但碎碎安应该想留着这个底牌去管另外的门，来了一个反向龙，成功架住飞轮在顶。能拖到下一层吗？没能拖到。没错，这里挂人的速度会很快啊！求生者有一个推进器可以阻止跛脚羊开门秒人，这推进器交的
刚好在门开的一瞬间，是的，那这样的话门口完成了3跑，烦他的只有那这3个嘛。但是路头的话，感觉很难结束比赛。首先就是追击不能差，然后是救人手势不能有一个迅鹅也可以接受吧，毕竟这一把其实迅鹅和机械师都算是今晚比较想追的角色。没错。找到迅鹅的话，他也没有时间去翻箱子。好，直接去找幸运儿。幸运儿这边带的是个双单飞轮，所以说在前期拉点上的话是完全不虚监管者的。是的，他只要甲门那块长板有机会能够翻的话，还可以再拉蛮远的距离。对，那真九也是提前布置几个夹子。 陷阱夹，然后再卡一下红光，骗到一些，被空调看到了，这个位置就没办法去板区了。哎，这个换他想借冲弹，正好夹到了。哎呀，提前布下的夹子，这钩子还省了一层，他还能再接近一层，太黑心了。那这里弓箭手过来，看一下能帮忙，能否命中核心？哎呦，这里不打吗？ 那机械师现在有点难受了，外面2个受伤。是啊，我抓你们俩谁都行啊。是，有移形在，过来不考虑换追了。现在空调位置是在空地，想帮忙扛，我觉得可以先打，打谁也可以的。哎呦，不过来，怎么说？扛到了。那后面怎么救人啊？你机械师现在麻了呀，我怎么修啊？对，机械师赶紧本体去跟弓箭手调整，让玩偶狂修吧，再换一个夹子。 从边上逼过来，你只能走最外圈，因为你飞轮已经没了。是，这里还有一个想出就出不去啊。是，哇，这个节奏，求生者那边已经在调整了，还好。但是你病患能摸起来，看一下后面的节奏吧，因为弓箭手其实也不太好来进行 OB 了。救肯定是要救，但对机械师来讲，爆炸性的节奏，对吧？毁灭性的。 前期本体的话是破坏不了太多，但是其实看起来很乱。上乙的话，时间也过了蛮久，勾了一波，但是这个淘汰进度还是没那么极限啊。病患直接掏了下来，打到了针对，也开到了2阶，想倒得远一点，能让病患去接着破译2层阁楼密码机。是，但是下一波的话，因为少一个化险为夷嘛，弓箭手现在不敢过来呀。 再卡一下自己的2阶钩。那么打到现在的话，求生者3跑面可能会比较小，而且还通缉到机械啊！这一波是只有机械师能救的，你要么就是来2个人，要么就只有机械师。最好是2个人过来一起跟着保，但你要2个人过去一起跟着保的话，那刀要没扛到，那这一局就出事了。哎呦，这里给到机械师拉近身位的机会，不然的话，刚才拿一刀是不太好救的。只让机械师来吧。 还好，这边离椅子比较近了，救援压力也是有的。看一下，在空玩偶又针对吗？哎呀，这一刀是扛到了，最后一台密码机其实只有10%几。对，机械师得接着帮忙扛。是，现在有2阶，能勾倒吗？直接勾倒交移形，怎么说？直接拉移形，那这样的话，弓箭手可能得过来帮忙辅助一下了。 好像来得及吗？好像没有过来。真9这一局路头，他下的夹子每一个都有用。是的，弓箭手在 S 板，那这样的话要考虑3人3跑。他现在自身难保啊。对他可能还得考虑这个机械师上挂以后谁救的问题啊，因为病患那个状态是摸不了的。对，弓箭手自己是半状态。病患现在也没有带回光返照，所以你一旦要是飞轮顶着飞轮过来救的话，他也是救不下来的。而且 S 板这里。 还没开了啊，42%的密码机，求生者等于说要从头开一台0的机子，现在感觉已经比较难了，因为这个机械师他的玩偶不够配合弓箭手来进行一波救援，磁铁半状态要把人给掏下来，难度非常非常的高。现在真9只要看着机械师被淘汰，他就可以。 拿下比赛了，但是磁铁这里好像有一个命中，哦，打穿了钩子，能救下来。是，其实感觉真9不出去可能会好一点，但他怕密码机压好，因为已经会加速了嘛。他想快速击倒嘛？对，他想在那个机械师过半以后，他压出去尝试一下。磁铁
这里能否再命中核心，打断一波钩子？先给了一个秘弩，上了一定的撕裂值。你哪怕你现在能传，你也不能传呀，因为弓箭手就在旁边呢。但是现在撕裂值并没有射到，密码机快够了，但是勾过来的话可以通电。别亮，石铁还有最后的一把龙骨弓以及飞轮，真真就只需要保平就行了。是的，而你们求生者是需要争3跑的，所以现在磁铁是一定要去争着走这个地窖的。甚至求生者还没贴上门啊。也是有个娃娃想帮忙扛钩。没错，这娃娃电量不够了，所以碰不了了，只能假装个样子。地窖就在甲门，攻了过来，夹到匣子上，哇，没办法了，这一波，再把玩偶打掉。看一下求生者的门还没有开，这里爆点真九来得及去拦吗？求生者好像想争得打出来，毕竟对他们来说没有3跑的话就直接淘汰的，直接掉败得主。是的，掉败得主，所以看一下有没有翻道具去打一下另外一边学校门的机会，看能翻什么道具。5万。关键求生者手上也没有化险为夷了。这边换你现在要是敢贴门，他现在就能转头换追，对吧？我把你们控住就行。而且好像绕过去点门了，想去点，但没化险为夷。对，而且磁铁这边是做不到挽留结束的。对的，还有50秒。门已经开点了。耳鸣也响起，这真九听到点门的声音，但他不会走的。不管了，他就死守了。是，只要挽留还在。你届时敢交流互换过来，他也是能直接给你打断，击倒在椅子面前。而且其实场上打一个就行了。对，其实场上另外2个人他们都有救过人嘛，所以对于真九来说是不用担心还有化险为夷这么一个说法的。一波交过来，一个震慑。那病患虽然把人救下来，但是这里有没有机会？哎呦，直接切成兴奋，反应非常之快啊！因为吉尔斯这边也是挂飞，而且手上的钩子还有2秒钟好。好像还能拦住有飞轮，有飞轮的，还有2个人都有飞轮，要空了，那也没办法了，是的，只能放几个夹子埋伏一下电车哥哥，也是相当于报一下仇。那么恭喜 ACT， 不容易啊，这把是打得非常的焦灼，也是鏖战5场了，还是这种教授和古董商，他在后期的砍压能力可能并没有说非常的强。对。他们这个组合其实是非常克制你的单刀的，那会导致什么？在监管者选择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说，哎，我面对这个阵容，我去拿羊，我去拿割据，对吧？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区域选择，一个 L 型的选点，然后这边教授站在了阁楼下的位置，红地亭方向的古董商，中场的大副以及学校门的飞行家。是，监管者的话，他选择好，这样的话也是先往墓地方向来压嘛。那教授这里肯定是果断选择进墓地，让后面的队友赶紧拉走。这个感觉好像要直接追击这个教授了。是的，能量的话是拿到的非常快啊。给到一个窥视者加出点位，但好在玉林教授他是携带了一手弹射的嘛。对，一旦你前期女王峰他接触到低波能量之后，这个移速起来了，你就很难去脱开了。已经满能量了，这边的话是有很多去博弈失真的机会的。窥视者这边也是一直在压住他的一个移速。这边很快就要进入到一个，是的，身距很危险了。不过前面有车，要不要考虑直接去做一波车？鳞片挡一下，有位扭一波，还是命中了，直接说让玉林上不了车，连续命中了2次，这个压力太大了，还是选择坐车了。对的，但是问题是，他带了一手张狂。对，女王峰他这边等下张狂一响，他马上就可以跟车呀。要直接射车吗？哇，有了一个远熟练度相当之高。是的。来了一手，这个车中直接把人给打下来，有点类似于说我一个雕刻家，对，在你这个车飞行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人给拦住了。这个就是永眠人这张地图张狂女王峰的一个强势。是的，是的。那这样子的话，通缉给到的是阿远的飞行家，不过好在他是有一手悬停的嘛，可以贴近狂欢之翼。因为电车内部是没有阻挡的。那看一下这一波的一个手椅了。捏今天状态也是非常好，这边悬停交出来，这边猫过来，走位扭，试车有了，哇，救人位移再躲掉一根，漂亮。那这波救援的话，算是稍微缓解了一点求生者的压力。是的，这边教授的话好像也没有想要在24牵制，对，因为他的鳞片是在 CD 嘛。可能说这一局的话要拖时间得靠古董商了。
但是可能在古董商来之前，还要让大副先去再开一个化血梅姨。是，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女王蜂到达2阶之后，古董商他去拖这个倒地琼克的容错率会比较低一些。是。那现在的话是来到2阶，而且通缉到给到了古董商，脸上这个人知道是大副，明牌的。看这波一花的救援，不过有也是直接交表，对的，躲掉了一个2阶失真，好走位，2段狮子全扭，还在骗。这边捏捏也是没有能量了。稳吃一波插刀，然后再摇中，那你只能去追这个教授了。看这波玉林能不能再用他的鳞片多拖一点时间吧。哇，没问题，非常快的反应力。对，一波木压，但是还有自己的一个热风球跟过来一个必中试刺。能量的话会有点续不上，板区博弈了。躲掉了是真的，还可以交出自己的一个板弹车，再次进行拉点。没错，刚才试刺是慢了一步，那现在的话，可惜还接不到交互，有点关键啊。对。算是拖出了至少20秒钟的时间嘛，然后并且倒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耽误捏捏的一个挂椅时间。挂的很久，密码机马上要压好，他们没有选择是飞鹰家的电机，对，没有选择让古董商来，这个密码机的一个破译速度是非常快的。要考虑切船了，因为没有挽留，必须要搏。是这边的阿远的飞行家，他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所以一定要带走这台密码机。92的一个进度还亮不了，飞轮躲掉失真，再骗，完成击倒。那现在其实的话，这台 S 版接的是92的密码机，双方现在都是悬于一线啊，因为监管不能接受你的密码机开，求生不能说被守死。他们现在也是需要2个人调度来拉扯，挂回这台密码机旁边，思考一下是新修还是强打。这边貌似要过来强打，对，让大副去给这台密码机的压力。没错，选择强打了。状态的3岁去给这个救援压力。那因为他现在能量不充足，而且技能是刚刚去教过的，还是比较危险。但这波因为阿远他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嘛，是的，所以还是有一定去打到针对招的机会。两方都有自己的问题。怎么说？看这个试刺博弈已经扭掉一根，还在骗。看这波救人的博弈，救下来之后再给上一个2棍，那可以选择直接通电吗？飞家交悬停，交自己的喷气背包。但这里有一个必中试刺，是的，而且前面的窄道的话，可能还是避免不了要被击倒的。前面的飞轮已经使用过了，但这个门能不能来得及管呢？能量其实有点少。对，而且中间会有一个3岁的古董商给到一点压迫力，再加上他这个人是卡半救下来的，感觉会有点来不及。貌似要出门了，有点管不住了，满状态。2个人的状态都很安全，而且满道具啊！而且古董商还有飞轮。对的，有表有机关消，你是留不住的。那这样的话，在门口是哪2个人没有办法完成一回合上半场，两边完成了一个是针尖对麦芒，对吧？我们就直接去硬拼一波女王蜂。其实阵容上面差距真的不大，上一把是这个阵容一个教授，这一局呢是教授换成脸上就是学校门的气象学家。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天赋携带吧，穷亨方的话，如果不出意外，还是要补出3个化险为主。好，看一下前期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一局的选点跟上一局是完全不同的，它是点在了学校门这个方向，直接奔着篇章气象学家的一个位置过来。是的，但是气象在1次牵制时候，它是可以画2次层云的嘛，他甚至摸一下密码机，对，拉点能力很强嘛。愣了一下，我说这是法罗女士的这个可能习惯。给小习惯者的加点，那这边的话也是一直去补充自己的能量，而且细节的去加了一波踩板的交互，直接交出一个3级层云啊，飞上一个阁楼。感觉永眠阵独栋这个点位还是比较好牵制女王。他这个道具消耗还是很快的，而且这个层云没有拉开太远的一个身距嘛。但前方的气象屏的 CD 是可以续好的嘛？没错，可以再画一个强风。这位置看风的博弈，2根4次全扭，先躲到失真，再释放强风，好秀啊！而且又躲就去躲掉。对的，但需要注意的话是独栋是一个地下室。不过没有关系，他这里可以再画一波层飞走，再来一个3级层云，转到前方的一个双11的窗板区，很完美的一个牵制啊！还没有双弹的一个情况下，对，而且手上还有飞轮去进行一波博弈是真的机会。是的，在这里一个斜角度没有命中，前面再预判走位，飞轮扭掉，躲机关消，古董商给上一棍，点刺戳中了，想打换追。对，而且他是把那个是真同时规避掉了嘛。其实对于求生来讲是不亏的，对，因为他这样的话没有道具的气象去换一个满道具的古董商。而且这个古董商还是携带了回光返照的古董商。对，求生者这边赚麻了。感觉插眼的话并不是很好终结球。4次再扭，而且一直是使用自己的一个转世去加移速，
再走位，手上还有机关枪，回身给一棍，打出止戈，交出自己的一个窗弹窗射，弹走位被一个预判到，但是回身再打止戈，哎呦，又是一个交互试刺。对，东玄的处理是非常好。是，但这个牵制时间已经来到了一个1分50多秒了。对于求生者来说的话，这把兵马机的话是比较健康的吧？没错。现在就看队友的一个救人了，因为前期牵制的一个时间太久了，上挂已经接近2分钟的一个时间。对，看回忆这波的救人提前摇出怀表，哎，但是没有预判到一个精准的点位。点量也是比较少，哎，打到了回忆的位置，但是这个身位还是足以让回忆去把人安全救下来的。对，这个距离他没有办法把人给拦下来，还给到了古董商26的空间，这个距离稍微有点远啊。看一下14再命中。很准，东玄，应该还是考虑了，把道具省到最后一波，先提前倒到角落，不去干扰队友的一个破译嘛。他其实前期几波是，没有丢的那么准的，后面是越丢越准。就手感上来了嘛，需要去揣摩一下对方的一个走位的习惯嘛。不过感觉现在这个密码机的进度再开一波化险为夷是能够4人开门战的呀。是，而且古董上他是带回光返照的，只要说把这个淘汰进度稍微卡上一个10几秒钟，那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4人开门战的机会。对，这边估计求生者应该会选择让飞行家来救。这边大副也是在勾引。这个进度甚至于说可以考虑手保稳双救，让皮皮枪去单人去破译那台红蝶艇的密码机就可以了。是的。回先过来去，这只是一个诱饵战术的道具，然后这边值得救人的是小果冻的飞行家，两个人一左一右，怎么说左右夹击，飞轮躲刀救了下来，体现非常的极限。密码机是肯定能压好。这边古董商是携带了回光返照的，对，他们也不用给他扛刀，选择去打一手对一下这边没有回光返照的飞行家，但是还是可以接亮，因为大副是有表的，他中场他可以开门战的时候继续卡着。热哈风球去管一下这边墓园门的，找到的是回忆的大副，能量不够多，现在要停在中场。虽然携带了一手挽留，但这边的板区都还在。很尴尬，他手上不是很容易去拿到这个击倒。是，但如果能快速击倒的话，其实小果冻的位置倒的是离皮皮商很近的。没错，看一下皮皮商这边能拖多久了，还有一个飞轮，能交出来吗？飞轮，但是没有挡到这一刀。这边大副好像在点学校门。他在他在拔门口的一个眼，这样的话，东玄选择一个热哈风要再过来，想要找大副。这边大副是交出了海神怀表的，现在已经没有道具了，交了自己的一个自愈起来了，还是有点尴尬。但现在有个问题是，这边的板区都还在，而且回忆他想上车吗？能。刚才交过了一个反补，所以你没有特别强的一个击倒。是的，东玄现在他有点忙不过来，没有那么多击倒的一个机会。再来中场拦一下飞行家，一个2节赶过来。10次命中了吗？没有，还可以进行波切下完成倒。知道飞行家没有自愈，那这个时候再回来管气象，大副想过来先抢摸一手，留了一个自愈。两个人都没有道具。对，看这波两边的一个拉扯了。其实现在对于求生方来说是压力不大，因为你的挽留马上就要脱没了嘛。是的，一旦拖完了挽留，这个地上的气象学家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啊，那就非常恐怖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边古董商也是在摸这个飞行家。现在两个人都起来了，大副的位置也很安全。东玄他现在挽留时间也不久了，看一下这波热哈风球找谁？这一局有很大的一个3跑面啊！这边有一个耳鸣是回忆的大副，看到了，但是的话，好像是不小心翻回来了，判断错误了，以为女王峰会在对面，结果是翻到了脸上。那就看古董商能不能在第一时间救下来这边的气象学家。但是东玄选择不挂人，把人给牵回来，要先打一波手椅，能救，没有挽留了。对，但是这个针对刀要打中，给一棍，还有最后一棍的博弈机会。古董商这里的话还躲刀，再打一棍。沃克他站了出来，这里再帮队友去挡一下一刀。大副是有自愈的，东玄现在不能管大副，他要用这2级去击倒古董商，对气象学家。看到脚印了，知道气象学家上楼了，那有机会是直接用一击失真完成击倒了。那古董商那个位置其实也是比较近的，门已经开了。这边已经管不住大副了，飞行家想要来这边去扛一下压，但是他没有道具啊。那这把对于东玄来说，甚至打出了一些保平面了。是，现在只要能击倒这个古董商，再挂气象就有机会平。反击博弈完成击倒，还是让东玄找到了机会啊。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可以把古神往气象学家那边牵嘛。是的，选择先挂古董商，他也是一个挂飞，而气象学家就在地上。
刚刚也跑不远，手上有个飞轮掉在中场，有机会吗？没有机会，一线保住了一个平局啊！东玄抗压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哇，这个局面让东玄还是成功抓住了机会点，保住了平局。这个4人开幕战，他思路太清晰了。说实话，这个阵容打杂货商的话，其实发挥空间也是有的。像莫武士这边的话，也是被杂货商稍微有一些克制嘛。像这边妮妮也是点在了墓园的方向，监管者点的墓地，但他这个方向过来找信源的话，信源完全可以往小木这个窗户后面躲起来。对，因为你好，那他这个前期的追击肯定会被拖延一些时间嘛。对，这边的话是先攒一个藤蔓，因为你杂货商在开局追击求生者的时候，你还是避免不了要走地的嘛。是的，这里是先往大门靠，看这个魔术师有没有机会。幸而的话也是在2号机这里直接摸箱子了，想声东击西找一下森林。先出了一个护腕，那这样的话还是没有选择摸。对，可能你再往中场转的话，可能看到的还是这边的魔术师。等一下他是可以堪比一个小佣兵啊。这边的话一个护腕加半颗球，我的天！战斗幸运儿看到了脚印，看到幸运儿了。他甚至可以借一个窗弹，但是选择是直接拉球跑。但这边拉球是可以藤蔓快速。视野看错了，有一些小失误。对，不然的话他这个藤蔓是有机会直接咬住的。交一波窗弹射，手上现在是没有藤蔓了，必须要等下一波的一个自然交易。先交护腕，然后再接一个反弹，非常流畅的拉点。是的，就把自己能进冷却的全部都进冷却。先拉点，把下线先保住。是，他这个打法思路的话是非常完美。对，而且前方有一个视野的遮挡，你还不太好释放这个藤蔓。看这个藤蔓能不能咬住了？有飞轮，漂亮，一炸一刀，然后。想要2炸秒人，但是幸运儿这边他是携带了一手弹射飞轮的，但是不好说，有可能会被咬住的。这一波躲开了坐实，这里的话还不敢翻，可以压住这个交互点。插刀了，对，还想说是还是给到一刀了，因为你要是再次打碎石的话，可能会有点拖沓，可能会弄巧成拙了，对，反而拖到更长的一个时间。这个藤蔓再牵过来，不过没有咬住啊。选择锁密码机，交闪的话有个闪现击倒的机会。对，这个闪现应该省不了。闪现完成击倒，但是时间的话已经来到一个快2分钟了。杂货商的话，他确实他的一个追击能力还是比较依赖自己的一个藤蔓命中率的。是，而且这边的话，因为你末师和野人都携带了化险为夷嘛，所以救人上也不用特别有担心。这边通缉到了这个野人，但是这个野人的话，他也是直接上猪了，可以把这个淘汰进度多卡一些。对，野人的救人其实还是有说法的，看能不能守下来。就是看一个以前博弈，碎石躲开，没炸到，想搏震慑，非常稳健，给一刀救下来，不吃压力呀。而且这边碎石是没有炸到幸运儿。对，幸运儿这边一个弹射拉开，而且前面是不会干扰到队友的密码机的。是，身位是不太够进板的。这波的话，第2个带化险为夷的角色是玉林的莫偶师。前面还得去交一波自己的一个充能，再把这个人给挂了。再救一波的话，节奏可能比较偏向于保平一些。但莫偶师的救人你很难拦下来啊，他现在必须去压住4号机才密码机，这边是有一个3连的。对，这边倒地的位置稍微干扰到了一些阿远的破译。这边阿远这边电击是80的电击。对的，先封住密码机，这样子外侧只有野人去破译内海人皇。其实对于妮妮来说的话，还有一些后期控场的机会。对，这个时候先把底牌给切掉。但是被无伤卡了个视野偷下来，这边的3岁，他没有注意到莫偶师已经摸过来。那这样子的话，倒到中场附近的位置，看要不要让一花再多拖点时间。也没有必要，3个人直接去修，马上就能亮。希望自己直接倒角落，甚至于说看门战有接能变门，变门的话，这个时间还不好说。不过技能应该是能拖好，肯定是守不住了。对，他切的这个是移形啊，他没有切传送啊。离门现在是有段距离的，选择抓野人。那这样抓野人的话，会给到一些求生者的操作空间啊。没事，还有藤蔓，看能不能用藤蔓去缠一波。碎石躲掉。反正不能让他这个移速叠起来跑走，可以在这边一直架住。先去把他的野性伙伴的实际时间消耗一下。对，可以拖 CD 嘛。
拦住，一直拖拦住这边去中场的位置。是的，一直拦住。那这样的话，只要拦住野人，把你的这个野猪的时间拖掉之后的话，现在已经只剩1/4了，这个时间的话不多了。给一个藤蔓，藤蔓咬住，骗下过来。前面的话有个小加速，但是地上的目的太远了，可以完成击倒。野人的基础移速是低于其他求生者的。是的。那这样子，在第2局的上半回合，两边再次完成一个平局。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就咱者偏向于破译的地图。那与其这样子的话，我把角色省下来，然后第3回合，然后又会回到这边猪血战队去进行选图。那个时候，我再用省下来的角色去进行发挥。是的，是的。那就看是小门踢教的咒术师。对，封锁这样的一个4号机。对，而且咒术师在前期牵制杂货商的时候，也没有说我有。这个开局的话也是直接往中场来赶啊，没有选择先往小门里面去找咒术，想去追一下这边的过客，因为这个选点大概率是能博弈到中场的木偶师会直接开门进中场，看到了脚印，这个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身距去躲的，只能被去压迫在一个2号机的位置进行牵制了。对，前面的话想要去藏一下自己的脚印，但是反而是拉不开距离了。这边能蹲住吗？好像是嗅到了吗？应该是意识到人就在里面，左右都去包。看到了，看到了。那这波的话，看板区之间如何去规避这波碎石。这一块碎石交路易，但是也是等的天赋也是一个纯化纤维。对，牵制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木偶师其实牵制杂货商的时候，他是有很多的但是呢，压力是在路易持续时间最后一刻，然后打到这发普通攻击。对，稍微亏了一波插刀。前方的话，看要不要考虑说碎石炸一下，藤蔓能否精准命中呢？但是被石区给顶掉了，没问题，又被挡掉了。哇，直接入木3分了，这样子还是可以进板。前面看能不能说卡一波时间去一炸一刀，但是最后一段路易，对的。但这个牵制时间的话已经拉得很满了，而且他身上还有鳞片，还有机会再次进行一个普通攻击的博弈。还得利用自己的一个碎石去击倒。对，压一个微墙。再开一波门，碎石完成击倒，那时间也是来到了1分半。对的，而且这个木偶师他是携带了一个回光返照的，并且他在救下来之后，他是有一定的2次牵制空间的。主要这局修的比上一局快呀，上一局2分钟那个时间才将近3台，这一局的话已经1分40秒，3台秒击亮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说2波救援可以稳定的救下来，那后期皮张的咒术师他就有更大发挥空间了。是的，而且这里守墓人吃了一个操刀之后，这个人你是守不下来的。躲掉碎石，还想再卡一下塔有人想争，他要贪，又躲掉了碎石。所以他争的话是有机会去争3的这个震颤，但是失误了。这就是你想去博弈这个淘汰进度会带来的一些风险性吧？没错，他其实是想要去完美救人，然后开门战我争3跑，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波震颤下来，杂货商他能够去打一波恐惧震慑。对，因为杂货商他这个刀气会比较偏快一些，救人出现了一波严重的问题啊！先救守墓人，那还想要守墓人开这个圈，但是又被倒了，没有把这个化险为夷刷出来。刷不出来的话，还是出问题了，因为这把的2个化险为夷就是他们2个人。对，但好在过客的木偶师他是可以再变一次路易的。没错，看一下果冻这里能不能去进行一个挡刀了。看一下这波，应该是可以把那边回忆的自愈给拖起来。是的，这里已经牵制起来了，其实问题就不大了，就怕说我在以前，然后救下来这个人就秒倒，那就完蛋了。对。开一个门，碎石完成击倒。但其实这个局势看下来的话，木偶师被淘汰掉之后，守墓人的状态也可以调整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对，这个求生者现在没有那么劣势了嘛，还是有机会去运营一个平局的嘛。是这把的话就要打后期最后一台机的一个拉扯。对，3个人都摸好了，其实问题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这边小果冻过来去卡一个耳鸣，进行一个扛压。蹲在一个前方的位置，但是已经被东玄洞查到了。门一开，走位扭碎石，骗，但是还是被这边的反应力给弹到了。是的，而且他教授的鳞片是有一定的延迟的。没错，给一个藤蔓，看能否命中这边教授。拿到一刀。这边求生者的第5台机和第6台机都已经在修了。是，而且这边守墓人他的化险为还在嘛，就实在不行的话，我等密码机压好再去进行救援。对，哇。
非常精准，而且利用微墙，他省了一个擦刀时间。是的，太细节了，全是操作。他这个藤蔓的一个精准度实在是太高了。那其实这波求生的话，他也可以等那边咒术压好，然后让守门人再过来套一个圈。对，但这波的铲子是其实没有剩多少耐久了。但是他满状态的话，应该是能够稳救的，不太好去拦截他的。伊玛奇的话是马上就要压好了，实在不行我用回国反绕就也可以嘛。对，这边你得先给一刀，然后一个藤蔓去咬住，但守门人他是有铲的。看这一波藤蔓，哎，捆刀的守门人不错，化险为夷，成功刷了出来。是的，捆到守门人的话，他也有回光返照，不是很怕你的这一波追击。这边的话也是直接选择过来控门。想去针对一下小果冻的教授，教授这里的话也是往更安全的一个目的点位去牵制。对，可能去博弈一下。这边教授他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嘛？但其实对于2个求生者来说，他都如果携带回光返照的话，压力就不大了。是的。我觉得他这里也是稍微拖一下自己的一个充能跟技能的一个 CD。对，攒技能，这边交一个藤蔓到小果冻，碎石炸想压一个起身，但是他下一个碎石还是要充能的，而且这边是可以找一个交互直接开的。开了，但是呢，被这个板区博弈到了一个抽刀。他这个鳞片稍微交的有点早，他想鳞片下板的最后一秒直接传送大门。那有一个加速，但是这里碎石也。这个点位牵制不动啊，对，还是能够去击倒的。这边守门人想直接偷门，但是被而且小门的话是没有人去点的。那现在的话，求生者问题很大，有可能要被3抓。就看这边皮皮章的位置能否躲藏到。如果被东玄排到的话，其实这个局面就比较偏向于3抓了。没错。一边交出自愈，交了一波自愈起来。东玄这波的嗅觉，给他们赶过去看一下咒术师能不能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想往小门赶，那咒术师这边可以去救人了。起了一个耳鸣，这个耳鸣是小果冻的教授给到的，不过他是有一个鳞片的嘛，所以不害怕对方的一个藤蔓。尤其你刚才把传送已经交了一个情况下，我现在把这个人一救点门，那我就是稳平。而且这里是有地窖的。对，这里是有地窖的，不能让小果冻再牵制下去了。他是有机会去跟你博弈走地窖的一个点啊。看这一波，这边鳞片已经好了，先把他架住点位，攒一下自身的一个充能会更好一些。是的。但这个时候不太敢草率去开门啊！你要开门的话，可能他就直接冲到这个地窖旁边了。对，利用自己的一个藤蔓锁2个点，能不能咬住？被控制地窖了，把藤蔓废掉。那前方的话是可以有机会直接冲地窖的。距离好像不够吗？藤蔓没有咬住，3跑了！我的天！那么，然后这边的话也是直接想就是出其不意，直接玩一波鹿头。是。阵容也是给到了鹿头一些发挥空间嘛，因为只要你的钩锁命中率会比较高一点的。去作为了一个第1牵制位的点，然后球头在小木呢，它是有一些躲藏的空间的。是，但这个阵容你去追空军的话，其实是求生者非常乐意见到的。首先它是比较耐做，而且它的牵制能力会更强一些。好。现在的话，这个位置也是直奔着我们的小船跟木屋的方向来走。医生跟囚徒2个点都是可以去追的。对，这样子去追小屋的话，你看医生他也是要进行一波拉点的。这样密码机就只有大船，而且直接抓住了偷溜的囚徒，看到了。对，这个点位牵制起来可就没有小屋那么舒服了。夹子一放，隔窗钩没有选择交，在这个位置先给个插眼，道具全部都。使用住啊，不让你转点。这个板子拍掉的话，就看强电流如何去进行释放了。对他这个身位被压得太死，动不了。要不省一下，反正吃刀在走南面。但是这是一个走地刀，没有给到一个钩锁的一个 CD 呀。40秒的走路刀啊，那很炸呀。插眼直接探到。他因为躲钩，他让了太多的身距了。而且前方的话还得时刻提心吊胆，要对，他哪里都不敢走。这个位置的话也是比较怕被隔墙勾过来。给一个夹子封住点位，没路走了。飞轮再接上强电流金把，但是被勾到了。因为这边仇恨重压，它会减一些交互速度嘛。追击速度太快了。这波一个1分10几秒的一个击倒时长算是非常快了，就看第一波救人，空军而且还直接通击到了脸上的空军，那是秒救啊，等于。一勾一刀，这把枪也不太好开。而且空军现在也得注意，他是在一勾就倒地的状态。对，他会过来硬吃枪，把你这把枪逼出来。
然后你这个囚徒也不好2-6，两个求生的话是有点想往一个方向想要硬保囚徒吗？吃掉钩索掩护囚徒进行2-4牵制。不对吧？那这样的话，我秒换挂也是赚的呀。但是好在空军他可能是比较耐做一些。如果说这一波能卡住淘汰进度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他可以不守，而且这把2阶开得太快了。而且通缉给到的是这边的阿远的求助。这边医生也是直接贴得很近，准备过来给压力。看这波救援压力会非常大。而且这里的话还要小心这种卡位的底位。对，而且这边是没有带飞轮的。卡住到吗？没卡住，差一些。不过淘汰进度还是比较健康的，还是有一个冲突博弈的机会。压力呀，直接掏下来，那相当于是一波无伤救援了，因为医生他是可以再次调好状态的。是的，这个节奏反而是求生方又缓解下来了。稍微好一点。对，刚才毕竟是一个囚徒在以上嘛，现在空军换挂之后呢，也是断了一波节奏。勾回来，不想让你倒在那个角落拖时间。最后的话，佣兵还有一个化险为夷，看这一波能否再多拖出一些时间吧。其实密码机的话，等到第2波化险为夷刷完之后，可能也差的也不多了。因为外面毕竟是换了一个囚徒修机嘛。但其实对于江里来讲的话，有2阶他的一个，但是这个护腕想贴近身位，失误了，从洞口又跳了下去。对，失误了。但好在还有2个护腕，而且空军耐做。淘汰进度还好是比较充裕啊。这个实在不行，我可以一直在被通缉的。他这里不管怎么走的话，都会被拦截，他很怕吃到这个卡位落地刀啊。弹上来，这波救援了，小心钩子，这刀还要博弈。血线很极限，哎，勾过来，敢救吗？敢救吗？哇，不吃压力呀，太稳健了这个救援。这波救得很好，而且这波救援它真的很关键，它可以拖到那边囚徒和医生的密码机全部都开掉。是的，也是为队伍拖了很长的一个时间。不过这边的话，空军还是牵制不了，那就看等把这个人淘汰之后，能不能去争一波上挂的节奏了。是，但那边也是第一时间在治疗佣兵了。这波其实大船是一个遗产机，大船是那个65的电机。对，就对于求生方来说，你拉扯还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补这台密码机的。不过因为有医生的一个存在嘛，所以他们后期的一个运营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是，但这个时候一定要避免说囚徒被找到，因为他是上过1次挂的。对。而且他们现在的问题是2个都没有回光返照，精准锁定到了。哎，电砸，钩索也是极限续了出来。但是这个位置的话，还是得去踩一下板，是，不然的话不太好追。那边密码机破译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嘛，因为有一个囚徒的连线。钩索2阶硬抓，能抓到。大船电机好像已经在修了。对，那边是一直有连线的破译的。手上还有一个底牌，直接传了。他传的是1花的佣兵，而且你还得先去清理到这个电路。他主要就是为了先把这台密码机给占住嘛，不让你修，然后慢慢再处理这个佣兵。但有破译加速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囚徒来说，你破译一台密码机就一个50多秒的时间嘛。他新修一台的一个时间太快了，这里的话还不能第一时间的去把佣兵给击倒。应该是有1勾1刀。密码机的话已经是来到一个50的进度了，他有没有机会在密码机压好之前能起到一波上挂？感觉是有机会的，但佣兵还有一个护腕，他省不省？这个护腕要是交了开门战的，哎，想去控密码机，但是大船这台也是一个80多的进度啊。对，有点守不住了，而这里是应该可以强开的，选择了一手2个人先走，等佣兵那边修。大船要先拆夹子，会耽误一些破译的进度时间。这波得让医生去进行一波陪法扛刀。这边捏捏选择控场一波，也是把自己的传送给拖出来了。是的，但是现在密码基本上压好，而且这边医生一直在陪跑。是，但对于知道2个人没有回光返照，可以把3个求生都近乎压在大门这个方向。反正你也不敢亮，亮了之后我有挽留，可以接着追。我这把就打囚徒一个针对，我争3抓。但鹿头还是比较害怕这种陪跑扛刀的，你很难去释放自己的一个钩索。是的，就看他这个针对刀、针对钩怎么打。勾到的是玉林的医生，那这样子的话可以直接通电，因为2名求生都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是的，
主要趁你的一个练爪的一个冷却嘛。但是这把的话是没有人去贴门的。这边有一个快速击倒医生的机会。哦呦，被抓到一个练爪的空隙，成功翻了下去。这里有点失误了，钩子没有命中。对，但囚徒也是打了一手反心理，没有第一时间往大门冲，是卡了一个双11的位置。没错，那手上传送已经拖好了，门还是有多抓面的。有没有机会传送去留一波囚徒？门的话是极限能开，但是佣兵他是掉了1/4的状态。是的，直接传了。前面往外挤，这边门口先放夹子，把人赶走，找对，回身找囚徒，看能不能救援到这边的医生，争分夺秒。有机会，但2个人的话也不是特别好走。是，看这波救援下来之后，2个人的话位置有点被架住，决定是医生过来进行一个抗压，但是这个点位得去搏一个板子啊。被勾了回来，非常精准完成击倒。那这样子阿远的位置的话，也是被压迫到不太好走大门的。现的一波勾啊！刚才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个囚徒正在往大门方向跑。他这里的话，2阶勾还有机会去拦囚徒吗？稍微有点远。好像是有点难，有机会吧？这个位置。有点难，看一下来不来得及。而且他门口是有一个夹子，但是这边囚徒有飞轮。怎么说？能拦住吗？再勾。这边飞轮破夹子，再来，能回来吗？再来！哇，回来了！漂亮！我的天哪，这个感觉已经是囚徒马上要到出门的边缘范围了。哇，这一幕太震撼了！哇，优势是无限大的。没错，但这个阵容你想稳住平局，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总得有人去站出来进行抗压嘛。这个阵容的话，感觉鹿头只要不追这个斗牛士，其实这边的一个大门，对吧？那鹿头他可以在里面放一个夹子，把你路堵住，然后从另外一边去反绕你。是，而且鹿头在大船的话，它是有很多勾点的，可以持紧。好，看一下开局的话，起追肯定是大船的医生，这边是直接选择了上2楼。那这样的话呢，也是通过野人他的一个口哨对耳鸣的干扰啊，让你第一时间判断不了医生的位置。这边不清楚，这个医生是在里边还是在外面？对他怕医生反绕出去。那现在耳鸣的话也是锁定在里面。但这样子的话，一个开局时间也算是被拉起来了。那能不能说去找一波合适的机会？现在还是得去继续跟着。跳下来之后有一个博弈练爪，有一个勾的一个机会。这么刁钻的角度，而且卡住卡位啊！好有研究啊！太有小巧思了。这个位置根本出去要连吃3刀，来了！直接快速击倒，56秒完手啊！这里，天哪，通玄他真的连打3刀，把医生给秒掉了。而且这边小果冻他也很难去把这个监管者的心思给去防到。感觉洞穴他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这个位置，所以说才这样去追的。感觉他真的太有研究了。对，根本想不到这里还能这样勾。那现在问题就来到了野人的救援环节，因为野人这个角色进行救援路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优势。是。也是要稳定去吃1勾1刀的，而且救人压力也是有的。看一下这波救援间的博弈。这一直在盯着椅子的左侧，还打到了椅子。那这波救援的话，算是一个很成功的救援。对，他是想搏一波震慑的，但其实也无所谓，因为野人上这个隐疾，其实后期也是有伏笔的。再次击倒医生，这边医生他没有道具，也没有一个24牵制的，而且2分钟不到就开出自己的2阶。这个局势对于穷川来说会比较难处理。监管者的一个4抓面现在是很大的。他有很高的一个争胜面，这边也是可以看到野人是去破译正门那台密码机了。对，把这人一挂，现在斗牛赶紧赶过来，防止被拦住。看到脚印了，知道人是从里侧过来救援的。太细节了，每一个小细节做得很到位啊。和每波救援，其实救人位给到的压力都会很大，没错，很难去进行这波救援。但你不救又不行，因为密码机差的太多了，你必须要把这个化险为夷开出来。求勇者这边好像有点不想救了，但是守夜77是爆点了。对他这里的话是给耳鸣不把这个人给救下来，怕你救人出问题嘛。我现在看到这个楼梯都很慌啊。是啊，得一直防着监管者会换节奏嘛。对，野人他也是1勾1刀倒的状态。
在有移形的一个情况下，哎，这里又有一个勾点，看一下穆莱塔记忆，这波能反冲，能打断吗？命中了监控者，但是钩索没有打断。对，钩索是藏在手上的，这里能勾吗？想要隔墙，一刀有了，但钩索要进冷却。对，连长进入冷却了。密码机现在还差一整台啊！而且大门也是时刻在防，但是骗到了过客，跳了下来。对，被反绕到了。这里的话还是可以故技重施。这个点位也可以勾过来吗？东玄？利用一个斜角度的一个勾点，又勾过来了，但是这边有飞轮，但还是击倒了。是哇，太精彩了！这个位置，说实话，看完这场比赛，这辈子忘不了了。以后打路头都得小心，说我要这个勾点了。对，这边的话，它是一条线全部能勾过来的，太有说法了。外侧密码机海边被站住呢，被迫兴起。那这样弓箭手的话是被拦截了，要小心啊！这边底牌还在的。因为他手上还是有这个移形的。勾了回来。大一刀插刀加速，这边这个人不好救，还好有移形了，这个移形要交吗？不交。不太能来得及。对，因为他如果没有射晕的话，就直接甩移形；射晕的话呢，我选择一手留技能去打控场。看这波能不能再牵制起来。哎，斩不招引，一下，手上还有2个穆莱塔记忆，勾回来，但是这个穆莱塔能不能来不及，被打断了。有僵直。对。这样子的话，斗牛士他也没有携带一个回合反照，并且外侧的密码机也不太够，野人救援的话也是一个一勾一倒的状态。说实话，现在2个人都救不了。怎么救呢？都救不了，他只能等密码机压好。但是问题就在于。鹿头这边只要勾到你，你这个人还是来不及救。就算你用回光反照救下来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开门战快速击倒机会的。而且又来了，又来卡位勾，卡位点位，看有没有机会。这边也是提前下猪了，压力太大了，压力有点爆了。说实话，这边好稳定啊！卡位没卡住，但是人救不下来啊！好像是淘汰技术不够了。我的天哪！一气呵成。但是现在还是得去争走一个的啊！这勾空震慑勾了回来，门刚摸，来不及点了，只能被迫先拉远一些。是的，现在就看东玄能不能判断到求者的一个位置，能不能选择切传，切传送。这样的话没有点门，也知道你是往外走的，因为鹿头的机动性还是比较高的。对。先来传送，防止人类强点门直接冲出。弓箭他毕竟也没位移啊，不太好进行一波救援。哎，不过这里的话，2个人擦肩而过，能不能去把这个门给偷了？好像有机会能碰到这个门，因为东玄他现在排不到。他这波意识到了皮张想去点门，这也能想到吗？因为你排少，那边是没有耳门的。我的天哪，这个排人锁定到了弓箭手的位置，天神下凡啊！这里甚至还把你的撕裂度等掉之后，再继续续上我的一个2阶勾爪，而且皮张他这个位置已经是，哎，还好断了一波。地窖的话在小距离还是可以的，手上还有龙虎弓和飞轮，有没有机会走这个地窖？有机会。看这波。选择提前来拦截，可以现在，但是这边有飞轮啊，你要小心说我在地窖旁边。能用飞轮去顶夹，没办法。对，你还得去压迫这边弓箭手，提前把飞轮释放出来。要把飞轮给逼掉，他就走不了。对，这边弓箭手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对，他哪怕没有一刀斩了，他也基本上应该走掉。是的，是的，他脱不了挽留了。夹住位置。现在这个飞轮不能交。但是不交飞轮的话，可能要被钩索命中。那交了之后走不掉了，完成击倒，四抓，他真的太完成了一个大比分加小比分的逆转啊！监管者里面，他永远是一个能排在 T0的一个角色，他的一个上限太高了。对，就看前期的一个牵制了。如果有先知1鸟的保护的话，如果1鸟给到的这个时机比较恰当。密码机，我压一下你大房的密码机嘛。就看化险为夷的携带是谁来进行携带的。如果说没有出3连的话，他的一个密码机破译还是要被减缓的。看一下这边东玄
因为这把心理学家的一个牵制天赋是一个飞轮加化险为夷嘛，所以这边的话也是要小心一下，避免成为一个开局守追位的。他估计是推测心理学家是带了一个化险为夷，所以他开局准备直接过来追这个心理学家嘛。这个阵容的话，你能带化险为的角色，概率最大的就是这边的心理学家了。但问题就在于你追心理的话，外面配合一只翼鸟，而且方向还反了，没有看到卡了一个视野。那这样其实挺尴尬的，前期这个节奏就要被拖很久了。虽然说不要阳是一个能量储存型的一个角色嘛，开局逛街是不亏的嘛。但是这边的话，就是他还是没锁定到追击目标，马上就要溢出了，没有进行一个赶人，就是求生者修机修的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对，而且这边佣兵直接一蹲，你还找不到他。再往前走的话是过客的法罗女士。法罗这个位置的话，看有没有角度。还没有看到，但是应该能意识到求生在附近。追法罗了，哇，差点躲了一刀。哦，他这一刀的话是，感觉是有机会去命中的。而且一个香薰手上骗到了东玄的一个身位。这样子还有先知翼鸟的保护，这个牵制时间是可以拉起来的。直接在看了，提前去给鸟，这样的话让他去稳定的拆一波围龙。其实法罗本身技能6这个不要阳并不是特别的优势，但是这边他因为开局逛街了嘛，他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放置好一个完美的一个笼子，给到了一个抽刀。下个笼子的话可以配合闪现进行击倒。这里赶紧去处理了，不能再拖了。想省下自身的一个闪现。哇，木牙一波，再反钻，再秀，再躲，又躲一刀，好秀啊！其实刚才的时候就可以招闪现了，终结的机会的。对他太想省下自己的这个闪现了。这波的话还在扭，又骗到了监管者。这波啊完成击倒了。那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一个2分钟了，密码机已经有一个3台多一些了。过客他对于这个监管者的一个刀气把控的非常好啊，每次都在监管者的一个就身侧，然后极限的去躲刀。因为这把开局追击耗费了很多的这个愿力嘛，这波手椅的话感觉也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对他这里的话，心里能吃好几刀，他是不怕的。给一刀稳定，先把人救下来，而且很细节，想再卡一个这个淘汰进度，多拖一些淘汰时间。这边的话，法罗也并没有去想着再次2次牵制。因为他前期牵制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你只要多稳定刷出2个化险为夷，这把密码机是有机会打到一个4人开门战的。是的。最后差的是先知手上那一台，那所以说，你要是把人化回花坛这台密码机的话，好像还是有机会能守住2号这台机的。2号这台机也是进度比较多了嘛，他得赶紧去压一下这边的一个心理了。这个密码机一旦亮的话，他这一局其实还有底牌的手上，对4人开门战的一个风险的。要不要过去适当踹一脚？怎么说？看东玄这波踹了，直接踹，因为他现在得考虑是一个保平的事情。那边的话得看救下来之后，先拖一个淘汰进度，能否给这边过客法罗女士扛到刀？他们一直在去等，但是你不救的话，我也不用回来呀。要小心这边，因为你拖淘汰进度时间，反而心理学家被击倒。对他这里反而是给羊去攒愿力，攒愿力了。没有罩住这边的小果冻，再补上一个后撤跃龙，还不救吗？赶紧救！先击倒这边心理学家。那边法罗的话也是能拉开一定的身距，就看这波能不能再找到这个法罗女士了。对，找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能不能在这个密码机压好之前击倒？你已经切过一手失常了嘛，所以你不一定有一个打到针对刀的机会。而且佣兵会在这边一直陪跑。先打一刀佣兵，愿力有点续不上。怎么说？那边密码机的话，马上就要接手到了。这边佣兵也是一直进行一波扛刀。对，前方的点位是有机会能针对到这个法罗女士的。哇，这边好像只把法罗女士一个人框到笼子里了，这是一个很修的一个围笼。没有框到佣兵，反而是让你先把2个人给分开了。那这里佣兵想要去按头，但密码机2个人爬到一起不太够啊，转。还得让他牵错一次，对，看这波能否牵错？再转，牵错了，但是密码机进度够吗？还是不够啊，就差一点儿，99的一个速度，哎，好，差点吃了一个气球刀呀！这个密码机开的还是有一些提心吊胆的。东玄他这把好多空刀真的很伤啊。弹一个护腕，提前去弹护腕拉开身距，但是这个围龙还是能赶的，可以再补上一个笼子。这样的话，再弹一个护腕，
哇，直接端2个这波兵，太秀了吧！他是成功利用2个护腕，然后拖到队友把密码机压好，然后再次贴门的一个时间。对，那这样的话，他是也不存在一个争胜面了，应该就是一个保平了。打跛脚羊保平的话，真的是很赚的一个点啊。这把的话，感觉还是这个前期牵制的时间牵制的太足了，导致后期不要羊没有什么控场的机会。对，但好在因为你前期省下了这个闪现，你把底牌省下来，所以把这边反狼女士挂回花坛树之后，我还能对祭司勘探其实还是能够去有效应对小丑的一个角色，而且心理的话也能够去稳定的拖时间，硬吃你一个板。对。因为这个地图毕竟是 WBG 方面选择的，感觉他们就是到了今天还在去。这边开局也是直接捡一个3件套，先上一波3件套。选择直接往大房去聚一下心理学家，但是这个点位不太能聚到。感觉应该是一波捡零件，然后去找后面外面的一个机会。这些求生的话，可能还是哭泣小丑比较好。没有选择去上楼，这边中场直接奔着勘探员来。但勘探员有一个陨石磁铁。是的，但是他前期道具并不多，可以去吃。走位扭一下，但还是吸到没死掉，要断句。要再装一个无限锯。对，因为现在有抗阻。返还冷却跟无限锯的一个数量，这边的话感觉第1刀拿的还是很快的呀，很快，而且第2无限锯马上就要到了，箭在弦上是不得不发呀！现在就是要追这个勘探员，怎么说？压迫一下心理学家，在脸上给机会，那我就打你。但这边心理学家他是有3格状态嘛，而且你打了1刀之后，我是可以解锁我自身的一个主观锚定。而且我觉得祭司是可以跟队友去开通一个畅通道的。能保护队友的一个状态跟安全。可以看到祭司这边已经开始打动了，再回来去拉扯这个勘探员啊，有闪现，这边有闪现，不交，但前方还有一个闪现的机会。是的，闪现过来，恐惧变色，直接去开出到自己的一个2阶技能。这个击倒节奏还是很快的，因为它影响了心理学家的一个破译。对，再加上提前打了心理刀，其实后面你不管谁来救人都是有什么双倒风险。对，而且可以看到，因为祭司前期在打一个小洞的原因，所以他现在已经没有支线通道了。没错，再把这边的一个窗区给破坏掉，那你求生者你下来26的一个空间也比较小了。这边也已经看到了这个哭泣小丑的位置，小丑打小丑，这边小丑估计要拉这个火箭了吧？选择是直接出平 A， 然后再拉锯，但是解擦双倒。很炸呀！这一波节奏，穷者必须寄希望于3岁可以牵制起来。对，哭泣小丑他的一个火箭还是没有我们的大丑的这个火箭快啊。还是大丑更厉害一些。那这样的话，再看这波26有没有时间上的一个说法了，因为他吃了一个钻头嘛。对。这边的话，其实开局祭司是在中场附近打了很多洞的，但现在洞的持续时间可能要消失了。看一下这个磁铁能废吗？极限遇到了勘探员。他是选择切了一波磁极，导致独条第2波的一个时间是不够了。现在问题来了，祭司因为一直在打短洞的缘故，但是队友一直没有用上这个支线通道，他现在还是没有支线通道。对他其实最好还是给队友来一个超长通道。那这样的话，3人现在在一个地方怎么办？祭司手上没有洞，只能什么？走过来救援。对，那这样子还是有一个双倒的风险。他只能去互相回给压力，现在走过来贴一个双救，防止一个救不下来。但是还是达到了针对呀。你双救不仅说是没有保到勘探员，而且你这边密码机的进度也被拖得很拖沓了。这边还没有一个3-6，现在问题很大。而且现在监管者的手上的一个无限锯还是比较，就他是没有断的，他等上一个无限锯出来又可以再捡无限锯。等你把这个勘探员挂飞了之后，手上的闪现也快好了嘛。得赶紧把队友的状态全部补好了。这边心理学家身上是有钻头的，所以他们这波补血的话肯定是补不满的。对，还吃到通缉来不及，那这边又捡2无限锯，又可以去直接爽追了。太富裕了。看到库手这边有洞，祭司选择卡窗，这个洞选择跟砖。硬锯，因为有一个抗阻，这个板子不敢拍。但是你拉火箭的话，这边还是可以再装一个无限锯的。是的，因为我的无限锯是返还的。这边好像想直接回头找这个祭司，他这个无限锯可以一直去跟你这样的一个控制道具去抵消啊。我可以一直钻你的洞，反正我是可以返还我自身的一个无限锯的。
不消耗，想去追一下祭司的状态。祭司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差的，双有闪现不敢乱翻，只能选择给一刀。还有无限锯，3个无限锯，经典的小丑3人控场节奏。其实打求生者最怕进入到监管者这样的一个节奏啊，补不了状态，修不了机，得让这边哭泣小丑进行一个抗压才行。但是找到的是玉林的话，一个短动能让他多拖一点时间，想进行一波是的反钻，但是因为2个仓库全部都翻掉了，所以说这个闪现还是吃不出来。再来抗阻，而且手上技能没有交，随时可以底牌传送，再去控场。这边也是直接死到了这个遗产级附近，那很危险了，因为现在手上还有一个底牌。是的，这个救人跟修机压力都很大，可以先出去把无限洞这个超通道给清掉，然后呢再把你的一个祭司给击倒。已经找到了一个哭泣小丑的位置。那这里可能要打一个手语拦截了，还好是被自己的一个火箭给炸断。对，有机会保一波无伤救援。前面的话看看要不要去控场了。最后一台密码机已经新起一台中场，有超长通道的话，祭司可以稍微规避一波的风险。对他这个洞是必须要锯掉的，不锯掉的话，祭司永远追不到。现在的问题就是求生者这边能不能赶紧把自己的状态补好。这波心理学家是有那个钻头的，所以他调整状态的时间会非常的慢。对，捏捏他这里得在你补好状态之前找到这2个人。怎么说？直接往最里面排。马上就要进到看到了，这个状态能调整好吗？有闪现的。但是也得吃一刀呀，没办法。外侧密码机的话已经来到了一个50的进度。对，祭司的一个修机速度还是有点慢的，而且这一波没有超长通道了，还敢修，得走了。可能他在旁边打了一个辅助洞，看一下。但是也不好活呀。对吧？你钻这个小洞过来5秒钟的一个抗阻怎么活？一个2级狙的不易，直接跟钻一个抗阻。他细节保回这边钻，把人挂遗产机。这里甚至可以不挂，再去管密码机传送了。锯哭丑，一锯倒的一个状态。怎么说？锯到板子。但是哭丑也是没有道具了，并且身上也是有这个钻头的。看这波板锯博弈了，能否废掉这个锯子？这个板子必须要搏到。对，得去用灵针板断掉一个锯子才行。这波还是成功锯到了哭泣小丑。外侧祭司调整状态速度也很慢嘛，因为他是有算。挂一波人，然后再无限锯拉出来，你这个中场还是修不了。这波也是直接选择不挂人了，因为骷髅身上是有这个钻头的。找一下祭司，但祭司有极限通道。那还要继续抗阻。但祭司现在手上已经道具不多了，没有道具了。再回身钓鱼一下那边的心理学家。心理这边密码机71。这一锯的话是有机会能给到的，哎，但是他是在预判心理学家往那个门的方向。他这个心理会摸人，对，但密码机已经修了很多了。这波，哇，换血锯，熟练度相当高啊。另一台密码机也是一个70的进度，其实还对于求生方来说还是有一些的拉扯空间。而他们是得把哭手给点起来，对，不然的话这个自愈一交后期很崩溃的。捏捏是边拖传送，然后边来等一个机会，想掉这边的玉灵。是的，这里只有一个单板，这个板区对于求生者来说不太好搏。哇，不吃压力，恐怖动作。还是被骗到了，没有办法，这个板太短了。监管的一个操作也很好。那边想2个人都调整好状态，然后再打这最后一波。再装无限锯，再拦截。那这波它是一个2挂。祭司他是续出了一个直线通道嘛，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对他这里可以选择打心理的针对。没错。这边求生者那边的密码机是84，2个人过来强开，抢中场这台密码机。看这波针对刀，对了，让你压无所谓，还不太敢救，怕震慑，我天哪！他投篮进度很极限啊！哇，这波抗压力就还来，直接回到充电了。那哭手的话给心理扛刀，这个锯子不好拉，得打一刀，2个人都残了。哭手那边可以去找一个直线通道，但是心理学家的话就可能要对这个无限锯的话得去抓一波心理。但心理已经进板了，他想过来再去祭司吗？手上无限锯要没了。但祭司他是一个满状态的祭司。最后一个无限锯啊！吃你一个板锯，哎，没有砸到这一板，那这样转不出去了。这里很危险。
前面的交互区有机会能进到吗？如果说被钻头打倒的话，可以传送另外一个门，完成击倒。这个地方只剩一块板子了，确实不太好搏。对，而且它是一个好像是没有带自愈的一个祭司。这里挂上的话，得搏一下心理的位置啊，怕传送。已经有耳鸣了。对的，他知道脸上有一个人，但是不知道这个人在哪儿。他是知道哭丑是没有道具的，已经锁定到了心理学家的角度。所以脸上无论是谁，他都是一个没有道具的一个。能争3抓，敢不敢传送？不传就抓心理。这个人的话，应该是肯定救不了的。但对于聂来说，3抓肯定是够了。3抓的话，又一个5比3啊，又把大分给拿到了。对，那这样小分带来的劣势就是的，完全化解。这边可以看到哭丑好像也是在往这边祭司这边走。有没有机会？这个台进度好像是可以救下来祭司的。这波处理心理学家的时间会有点久了。这个板子好像还是需要再博弈一下。再骗，怎么说？这个人要救了。给到的是一个风力。有说法，但他还没有击到心理。救下来了！我的天哪，两个人在狂翻，板他得踩。祭司在唐人街的这个机动性还是比较高的。对。是的，哇！临真板又断掉了一具。两个人直接原地补状态。那边状态打满了之后，就可以直接走门了。对，心理这边是一个挂飞，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救了。一个半状态的心理学家拖了足足快1分半的时间。哇，他这里真的拉扯太久了。是。主要是后期手上没有什么无限锯了，无限锯已经被耗干了。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是一个平局了。把那边哭泣好手状态补好之后，2个洞的祭司可以安全掩护到队友走门的。对。这边终于找到了这个无限锯。他怎么样能把这个拦住呢？我感觉得传送到有洞，传送到门口 A 一刀，然后无限锯推，还是没有机会了。完成了一个平局。那这样的话，就是朱雀战队来说的一个最优解了。是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出台球的话，4个人都能够开局修上机。因为他觉得反正你应该就只会抓我的入殓，抓我的气象。这边台球直接点在了中场。那其实气象学家这个点位它也是有一些风险的，因为侧门这边的交互区没有那么强势。确实，感觉现在就是要看台球手要不要逛街了，因为这个阵容的话，他毕竟好。那现在的话，看一下他前期的一个思路，还是想直奔一下大房的一个入殓师，好像是想直接追这个入殓师。就不进行一个逛街。对，他也有说去换人的角度，但是追入殓师的收益肯定是高的嘛。走位去压迫。哎，想锁密码机然后去换吗？但是现在换的话，只能去找想找气象，应该是找气象了。气象已经提前防了。这里他这根线是没有锁到密码机的。他好像锁到大房。大房。对，就锁大房了。给一个强风。这边的话，感觉没有闪现，其实还是很难开刀的。得把这个闪现用起来，然后开第一刀了，估计。因为这边毕竟是一个双弹的一个气象学家。对。闪现还有一个8秒钟的时间。再画一个强风，但这个偏偏有一个走地逼疯的机会啊。那这样的话就不给你闪现身位。对。让你下一波才能去交闪。这波的话，下完板之后就可以闪现开刀。对，闪开。这样的话，再等一个弹射。那这边气象还有一个层云的使用机会。哎，一个主球想抓，极限规避了这边的3层云，赶紧走，再交一个双弹。这边牵引一下，看能否吸到这边气象学家。哇，他一些黑球好像飞掉了呀。是的，这个黑球完美的规避啊。那这样子的话，还是能成功进到前方的板区。而且它是有板弹的。再次呢进行拉点，很秀。所有的道具都规划的非常好。2个板子还是没有被处理掉的。那前面的话得等下一个主球。这里走路的机会不大，还能进板。看这波短板博弈应该是牵制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应该能击倒了。但问题就在于密码机的进度有点多，不太好控住了，因为已经来到一个3台了。这把的话，毕竟他只干扰入殓师一个人的电击嘛。对。还可以说去框下气象第1台，但是这边已经幻灯师过来接了。这边是2个求生者相互打一个配合掩护，然后拖那边前锋贴到椅子旁边。对你这个主球的话，你如果来抓我幻灯就过来吃嘛。对。台
刀。哎，故意给一刀，保前锋满状态，救完人之后还能够陪跑。那这样前锋的发挥空间就更大了一些。好细节呀！打一个主球，帮气象学家吃到主球，这个框区可以进到。他要打前锋，先打状态，直接拉球撞他。但是这样对于台球手来说也行，因为他现在击球点会比较多一些。是的。那这里的话拖的一个时间还是挺久的，对。拖延颗球嘛，拖延这个气象学家远离这个遗产级嘛。这样的话，再跳过来一个主球，把路封住，没有问题。但这个反弹的话，是还可以稍微再拖一点时间啊。从目前看下来的话，这个节奏，因为是派了2个人来进行救援的缘故，所以密码机会稍微有一点停滞。而他这里可以干扰到连麦一窗，看这些密码机能不能亮了，好像差的还是比较多。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剩下的使用者都是没有携带化险为夷的，只能让脸上的一花来救一波了。拿一刀状态。这波救援是没有化险为夷，闪现直接完成击倒。那其实对于妮妮来说还是有一些的一个控场机会的。对。因为外侧的话是有2个半状态的求生。但是入殓师的灵柩的话，它使得它可以成为一个抗压位。现在的话，外面的密码机只差半台，看一下接王者还有没有一个控场的机会。这边有主球。它主要是你追了我这个入殓师的一个收益也不大嘛。我可以灵柩进行一波反冲拖时间。对，我不用管。外面的话是选择补一波状态。最后密码机分布还是会比较散一些的。他们这里要考虑直接反，还是说让队友救一下了？直接反的话，开门战可能是一个弱点，但如果不反的话，可能你这波救人也有压力。对的，这边的话想再次去追一个入殓师的一个2挂，而且前面你交互的话，我就主球封路嘛。这个主球吃了的话，甚至还有机会能把人往要挂地下室了，对，这样的话有点危险了。这真的要出问题啊！没有回光返照2挂的一个入殓师，如果说我这波挂地下室的话，你这个人是出不来的。就给到了一个主球，收到了一个机会点了。对，这样密码机现在差的还是比较多。这边前锋已经提前埋伏好，提前下楼了，不让你挂地下室。外侧密码机已经来到了一个60兜的进度。是的。拉球直接撞救。前锋好像想，毕竟入殓师他没有带回光返照，你必须这样子去保入殓师。那只能说先选择过来守一波密码机，但换灯的话还是比较难处理的。这波前锋跟入殓师也是靠这个换灯师争取的时间，先补一波状态。对。而且这边入殓师因为被救过一次的缘故嘛，所以说他现在如果我状态调整好之后，他是可以去进行一波化灵柩的。这个主球稍微有点歪啊，这根线是抓不到的。一个倒红光，拿光骗到了，对。这边换灯师已经拉走这个密码机了，而且他是有回光返照的换灯师，他是可以接受上瘾一次的嘛。再给一个静物投影，哇，极限翻了过去。那这里就有点伤了呀，被拖了太久了。感觉换灯师这个角色还是太克制台球的一个追击了。找一下200银窗的前锋。想抽刀没有抽到，闪现开一刀。那这个时候交闪现的话，这个冷却时间也会比较久。对，看能不能再来一波上挂吧。但你上挂也意义不大，因为外侧的入殓师他是见过前锋的。是的。已经把灵柩给前锋画好了。感觉密码机不太好控住了，你这边换灯师已经给到了200银窗的压力，而且外面的角落机已经来到一个70的进度了。是的，前锋这边直接吃一个灵柩反身，那其实等于你手上还是没有人的。待会儿如果说是没有人被追击，就可以考虑直接开了。对，你闪现交互，他们就把密码机压好，然后两边门都站人，就去跟你保平。对，不给你机会了。感觉这边可能要拖延一下这个前锋去点门。那可以说是考虑直接开，因为你闪现交过。
但是他们贴的是小门的话，其实会给到一点台球手的一个控场机会。看这波能否快速处理到入殓师，有飞轮，金板没有被抽到。哇，还是很秀的这波博弈。入殓师也是很稳健，直接提前交飞轮。那这样的话还要再去拖一波你的一个主球时间，这个门队友可能要来得及开了呀。应该是拦不住大门了。门在点了已经。 那是有点过不去了，保平局了。因为你这里也是一个对角线的距离，而且你没有底牌，根本没有机会啊。对。那这样子的话，问题就来到了一个下半场。就对于北京 WBG 的求生者来说，他得去争一个3跑。得3跑，平局就输了。对。然后对于朱雀战队监管来说，保平就可以了。对，是的，是的。求生是必3局。并且打到针对的话，这个保平还是比较稳的。 歌剧演员他的一个容错率还是相当高的，就很难去说求生者去3跑歌剧嘛，需要说你这边求生者的一个完美操作，然后配合上，那他肯定是要保护起来的一个化险为夷位嘛，也可以啊，曹大师放大防保护这个搏命位，外面这个速修的话你都可以追嘛，主要是让我的化险为夷能够稳稳的去开。感觉这个座椅家有没有可能会带一个搏命？有可能。 就像大家平常打排位的时候，好看一下东玄这把开局的一个起追思路，要不要去大防，还是选择去追一手？感觉是要直接过来追这个救人位了呀。对，你可以看到歌剧给到压迫性确实很高，就算是一个厂房的一个区域，但是还是很快被逼走。对，在大防的这个位置的话，我还是更愿意去追击的。 感觉陶大师这个角色其实还是不太好牵制歌剧的。是他这个道具对于歌剧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影响不大。对，而且东玄很细节，等了你一个跑步性的持续时间结束。这样这个板区已经没有被动了，前面就要吃刀了。给刀很快，而且技能的话也是刚好带的是一个兴奋，也不怕你的空军去辅助。对。 这边空军的话是非常有可能会去帮助一下。对，一旦你开枪就上当了。 抽到了空军，那这样2个人都会有一些危险。看直播要不要考虑换抓空军？是的，如果空军给机会的话，就你这把枪的话，你是没有用的。直接回收到脸上，兴奋，太兴奋，击倒空军。哎，那这里可以再追桃花大师啊？对，2个人都可以追啊。保平之后，这里我挂完人，我再追，先挂空军之后再找。1虎杀2羊啊！你怎么跑？跑不掉，2个人都走不掉了。对。 大房这边的板子也已经等于我是白赚的一波空军的一个上挂，哇，太流畅了，太舒服了，这个节奏。我打完逃脱又能手乙，手完乙又能挂逃脱。是，而且这个化险为夷的话也会被废掉。主要是感觉这个兴奋带的有点舒服。这个兴奋太细节了，把你的一个所有的一个运营思路全部打乱了。这边纯博的作曲家过来救人。是的。 但问题是密码机不够，你可以开出这个。再打空军，现在这个时候要考虑要不要去找陶大师，还是打针对？打针对了。感觉对求生者来说，他们现在想3跑的问题，主要是他们没有办法再次就是牵制呀。对他们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 OB 了，没有人能断节奏，对吧？我一定能保证我去减员你这个空军。外面的这几个人，他们都很难有一个陪跑、一个保护的能力啊。怎么把这个空军保到一个4人开门战呢？对。 感觉第2波救援的话，他们必须让这个邮差和陶大师一起过来救援，要用这个血量去保证这个空军的一个2-6。是，但同样的这个密码机的进度也就会停滞。目前局势看来，这个空军可能得就刷个化险为夷卖掉，考虑3人3跑。所以你要强保这个空军是不太现实的。3人3跑的话，感觉难度会更高啊。如果说能打出一波换挂的话，其实还有点说法。但东玄这边是有个底牌，他可以去切一个闪现完成入界。 感觉这波求生者应该是，求生者应该是想要就是刷一个化险为夷，然后把它给就是卖掉了。是，对，这个位置还一直在卡住你的一个椅子的身位。这波看扛刀，针对到侧刀打到了，很细节的一个。他的一个侧刀太准了，会拐弯的侧刀啊。那这样空军被淘汰之后就是一个3人了。 求生者得想办法3人看能不能完成3跑，都带了自己的一个回光返照，确实是防止说被你打一个针对，但是问题就是密码机节奏是不够的。对，
这边的话，再往大门走是过客的邮差，想去针对一下200银窗这边的桃花大师。桃花大师就选择躲一手。这边的话，因为这个过客修的是新级嘛，所以他选择去抓这个之前修过的密码机的人。耳鸣的范围先排一下外侧，确定没有人之后就知道人在里面。但是好像一时间没有看到一个脚印的一个具体方位。感觉这个桃大师有点会躲呀。是的，这绕了2圈都没有看到他的一个位置，甚至刚才耳鸣还断了一下。外侧密码机的话，有一台马上要修好了，只差那台60多的进度了。这里拖了很久，看看开门战有没有机会吧。感觉这边要被迫去找这个大门的邮差了。对，断影了。但同样200银窗那台也是一个很多进度的密码机。他还是要回来找这个桃大师。这个板区是有机会拿到1刀的。外侧密码机是可以压好，感觉这边位置有点远。感觉这边应该是能做到一个就是等到人击倒的时候已经压机的一个情况。对，看这波道具是什么？是针。再回来找这边那个座椅家，反正都有环环反照，都可以给你打。针对这个有开门信的人。对，就不让你去开这个门嘛。回速再掉这边的陶大师，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直接完成击倒。哇，这熟练度太流畅了，甚至都不需要贴底牌，太流畅了。感觉在这个楼梯上面，他连刀都不用出，直接丝滑上2楼。这边的话离大门也是非常的远。哇，那感觉这个平局应该是板上稳收入手，甚至要直接挂压室了。这2个人不可能来救人啊，救不到。这个局面，除非说有一个入殓师，而且还得是你没有技能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走。这是拿下平局。对，恭喜朱雀战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没错。哇，非常不容易，鏖战了。他们后面的一个比赛一定能够越来越好。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今日赛果啊，今日3场比赛全部都是5回合打满。第一回合 MRC 对阵成都 GG 是 MRC 获得胜利。第二场比赛是 G2 对阵 ACT 是 ACT 获得胜利。第3场是朱雀战队对阵北京 WBG 战队是朱雀战队获得胜利。没错，今天全部都打满5场。不知道这个大家的观感如何，对吧？反正我是看爽了。对，看一下我们的第2轮的一个赛程。那么接下来的话也是我们的 ACT 跟朱雀的一个对决，然后后面是北京 WBG 跟 MRC 的一个对决，然后接下来的话要去等待后面的一个对决。也同样是2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嘛。是的，尤其是对于复活赛的2支队伍来说，真的是很关键。那就是要真正的去，可能要去进入到一个淘汰嘛。对，所以说要把握住自己的一个最后的机会啊。是的。明天也是北京 WBG 对阵 MRC， 朱雀对阵 ACT，2场的一个 BO5，从我们的下午2点钟开始。对，